让你第一次真正爱上单机游戏的是哪一款游戏？在狂魔的单机游戏生涯中，真正启蒙并指引我的就是育碧旗下的《刺客信条》系列。一位位形形色色的刺客，以游戏的形式巧妙地穿插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并让这些刺客们开启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我会在接下来的数期视频里讲述这些刺客们波澜壮阔的故事。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300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大军的进攻。得益于温泉关易守难攻的特性，再加上斯巴达人牢固的队形。 Adjust your sword, boy. It's digging into my back. But I'm not wearing my sword. 以及死战不退的精神。 But today is the day you die! What? 硬是在温泉关这条通道死守了7天之久，奈何始终人数差异巨大，战士们最终力竭。列奥尼达斯连同300斯巴达勇士战死温泉关。公元前458年，列奥尼达斯的外孙女卡珊德拉出生。卡珊德拉的父亲是斯巴达将领尼克拉欧斯，母亲密里涅也在卡珊德拉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生下了弟弟阿里克西欧斯，并且他和弟弟从小就被父母给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为像他外公那样勇猛的斯巴达战士。母亲还将外公列奥尼达斯曾经使用过的断矛交给了卡珊德拉，可是随后一条神谕者的预言却让卡珊德拉的家庭支离破碎。神谕者说，如果弟弟阿里克西欧斯不死，斯巴达必然会走向灭亡。于是，在村民和士兵的簇拥下，父亲尼克拉欧斯带着一家人前往城外的悬崖边。在行刑者将弟弟扔下悬崖的一瞬间，卡珊德拉扑了过去，但却不慎把行刑者和弟弟一起推下了悬崖。紧随而至的就是人们的指责。在一片杀人者的咒骂中，父亲只能将女儿也扔下了悬崖。然而卡珊德拉并没有死，他拿起外公的断矛，逃出了悬崖下的骸骨堆，一路逃到岸边的小船上。小船随波逐流，将他带到了一座名叫凯法隆尼亚的岛屿上。这时，一个名叫马可斯的人出现，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卡珊德拉。凭借小时候父亲曾教导过的战斗技巧，以及外公留下的那把能够预知敌人动作的神奇断矛，卡珊德拉在长大以后成为了岛上有名的雇佣兵，并且因为他身边总有一只叫伊卡洛斯的老鹰，让他获得了驯鹰人的称号。在一次大机灵马可斯的怂恿下，卡珊德拉从当地的地头蛇独眼人那里偷取了他的假眼，然后再卖还给独眼人，用以偿还之前为了购买葡萄园在独眼人那里欠下的高利贷。之后，卡珊德拉结识了一位名叫厄尔皮诺的人，这个人开出了丰厚的报酬，让卡珊德拉前去杀掉一个驻守在莫加里斯绰号叫雪狼的斯巴达将领。看在丰厚报酬的面子上，卡珊德拉答应了下来。不过前往莫加里斯需要一艘大船，正好独眼人抓到了一个说话不小心得罪他的老船长，这种好机会卡珊德拉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他将从独眼人那里偷到的假眼当着本人的面塞进了路过山羊的 Ace 里。随后卡珊德拉直接干掉了独眼人，救下了老船长。老船长为了表示感谢，将自己的阿德瑞斯提亚号连同自己和所有船员的指挥权都交给了卡珊德拉。在与马卡斯还有非常崇拜自己的小孩福伯告别以后，卡珊德拉出海前往莫加里斯。在启程前，他偶然从老船长那里得知，那个叫雪狼的斯巴达将领真名叫尼克拉欧斯，而这个人正是那个将自己丢下悬崖的父亲。这更加坚定了卡珊德拉想去莫加里斯一探究竟的想法。在到达莫加里斯以后，发现此时父亲竟然已经收养了一个养子史坦托尔。随后卡珊德拉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父亲，虽然埋怨父亲当初将自己丢下悬崖，但他毕竟养育过自己。卡珊德拉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并没有对他下杀手。父亲随后像是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一样，向卡珊德拉坦白了一切。原来尼克拉欧斯并不是姐弟俩的亲生父亲，这一切的真相只有卡珊德拉的母亲知道。一时间亲爹变养父，这让卡珊德拉陷入了震惊之中。随后他开始调查起了自己母亲的去向，因为之前委托卡珊德拉的厄尔皮诺不但想要他杀了自己的养父，还想让他杀掉自己的亲生父母，这种要求肯定不能忍。于是卡珊德拉杀掉了这个人。之后他通过神谕者口中知道了秩序神教的存在，在卡珊德拉身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跟秩序神教有关。于是卡珊德拉伪装成秩序神教的装扮混进了其中，并知道了这个所谓的秩序神教竟然正在寻找自己和家人。当初神谕者的预言以及后续追杀自己和家人都是秩序神教在幕后指使。就在卡珊德拉听说了秩序神教的首领名叫德莫斯的时候，没想到德莫斯竟然提着厄尔皮诺的人头冲了进来。他怀疑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于是通过大殿中的神器开始一个一个的检查。轮到卡珊德拉的时候，通过神器读取记忆，他发现眼前这个德莫斯竟然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阿里克西欧斯。德莫斯同时也发现了卡珊德拉，可能是震惊于眼前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姐姐，于是德莫斯并没有拆穿他，而是随便拉了一个旁边的吃瓜群众充当替死鬼。卡珊德拉则趁乱离开了现场。在之后寻找母亲的过程中，卡珊德拉也参与到了希腊与斯巴达正在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这期间他经历了许多事，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就有被西方世界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雅典的基佬政治家阿尔西比亚迪斯，希腊的交际花阿斯帕西亚，雅典城的领袖伯利克里。意外的是，之前在凯法隆尼亚岛上的小孩福伯也来到了雅典，并且成为了阿斯帕西亚的小帮手。随后更是
是结识了一位勇猛的斯巴达战士布拉西达斯。不久后，希腊爆发瘟疫，雅典城领袖伯利克里的政敌克勒翁趁着这个机会推翻了伯利克里的领导权，并且克勒翁还是秩序神教的一员，就连小孩福伯也惨死在了秩序神教的手中。在众人分心的时候，伯利克里也被德莫斯当着卡珊德拉的面杀死。在克勒翁接管雅典城以后，卡珊德拉和阿斯帕西亚只能离开雅典，通过一路调查到的线索，知道了母亲米里涅此时正在一个名叫纳克索斯的岛上。当卡珊德拉到达以后，没想到母亲早已成为了这座岛的领袖，苦苦追寻这么久，母女二人终于得以相见。之后，卡珊德拉帮助母亲解决了敌对帕罗斯人的麻烦以后，母亲觉得是时候回到曾经的家乡斯巴达了。可当他们回到斯巴达以后，却发现因为他们一家人曾经离开斯巴达的方式并不光彩，当初的斯巴达公民权以及住所都被国王所剥夺。而在斯巴达，卡珊德拉再次遇到了布拉西达斯。此时的斯巴达分别由波萨尼亚斯和阿西达穆斯两位国王当政。为了取回斯巴达的公民权和祖宅，卡珊德拉帮助斯巴达在奥运会上夺得了冠军。为什么是卡珊德拉去参加比赛呢？因为之前那个运动员不小心掉海里被鲨鱼给咬死了。随后卡珊德拉前往波俄提亚，帮助斯巴达扭转在这里的劣势。然而负责统领斯巴达军队的人竟然正是那个养子史坦托尔。两人刚一见面就撕破了脸，因为自从父亲尼克拉欧斯见过卡珊德拉以后就失踪了，史坦托尔就一口咬定是他杀了父亲。所幸的是，卡珊德拉及时拿出了国王的军令状，才避免了血溅当场。之后在帮助斯巴达杀死雅典4位传奇勇士的时候，卡珊德拉竟然见到了正在暗中帮助斯巴达的父亲尼克拉欧斯。一番询问才知道，原来父亲因为在见过卡珊德拉以后受到了打击，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了逃避现实。在卡珊德拉劝说以后，父亲决定回到斯巴达军中去见史坦托尔。完成任务回到军中的卡珊德拉差点和史坦托尔再次打起来，好在父亲及时出面才阻止了这场闹剧。回到斯巴达以后，卡珊德拉找到了国王波萨尼亚斯，正是一名秩序神教成员的证据，不过因为证据不足被赶了出去。好在卡珊德拉还是强行刺杀了波萨尼亚斯，并在另一位国王阿西达穆斯面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成功拿回了自己一家人在斯巴达的公民权以及祖宅。父母如今都已相认，并且消除了隔阂，现在就差弟弟阿里克西欧斯的回归了。不久后，在雅典和斯巴达位于皮洛斯的战争中，斯巴达战士布拉西达斯和卡珊德拉也赶往前线加入了战斗。当他们到达以后，竟然发现自己那个误入邪教的弟弟也在敌军当中。布拉西达斯虽然勇猛，但还是几招就被他砍成了重伤。卡珊德拉想要阻止弟弟，但倒塌的大树却将两人相继砸晕。当卡珊德拉醒过来以后，已经被弟弟抓到了大牢之中。就算是这样，卡珊德拉还是选择了耐心劝说，因为自己和母亲由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他这个弟弟。在两人交谈的时候，克勒翁出现打断了对话。或许是因为卡珊德拉一直没有放弃的态度，弟弟在克勒翁对他发号施令的时候警告了克勒翁，并说自己不是他的傀儡，让他不要一直逼逼赖赖。说完，弟弟就离开了这里。而克勒翁想借这个机会除掉卡珊德拉，安排了几个守卫准备杀掉他，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卡珊德拉趁此机会逃出了牢房。然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解决掉克勒翁这个新上任的雅典城领袖。之后，卡珊德拉在一群朋友的帮助下，通过演说和戏剧推翻了克勒翁在雅典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在雅典城的支持率也随之降到了冰点。克勒翁见情况不妙，于是决定率军在安菲波利斯发动对斯巴达的进攻，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雅典城的支持率。而这一次，弟弟同样出现在了前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布拉西达斯见到弟弟，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但没过2招，布拉西达斯就被弟弟当场处决。卡珊德拉见到这一幕，立马冲上前，却被其拦下。就在姐弟僵持的时候，克勒翁想要趁机偷袭，可能是他准头不太好，竟然直接射中了弟弟，随后立马逃之夭夭。克勒翁这样做显然触犯了卡珊德拉的逆鳞，于是卡珊德拉一路追上克勒翁，将之活活溺死在了浅滩之中。做完这一切，卡珊德拉回到战场，却发现弟弟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他只能先回到斯巴达，告诉了母亲战场上发生的一切。见弟弟生死未卜，悲痛欲绝的母亲为了接受现实，带着卡珊德拉来到了当初那个悬崖。没想到的是，弟弟竟然也在这里。随后母女俩苦言相劝，希望能够引起弟弟阿里克西欧斯的共鸣，好让他离开秩序神教，回归家庭。在弟弟内心陷入挣扎的时候，仿佛是为了验证母亲和姐姐所说的话，弟弟回头一剑刺向了卡珊德拉，但他看到的只是卡珊德拉缓缓地捧起了曾经属于外公列奥尼达斯的长矛。看到这一幕，弟弟的内心防线彻底崩溃，终于接纳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在一家人的晚宴上，曾经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终于以重组家庭的名义团聚。对于卡珊德拉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没有解决，既然尼克拉欧斯只是他的养父，那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又是谁？于是在母亲的指引下，卡珊德拉前往了希拉火山岛的废墟之中，竟然意外发现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并且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正是那个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靠着手里的赫尔墨斯权杖已经活了100多年，因为亚特兰蒂斯里埋藏了大量先行者文明
明能够扭转命运的知识。为了不让有心之人得到，所以毕达哥拉斯一直默默地守护在这里。而他和卡珊德拉的母亲正是第一文明先行者的后代。秩序神教之所以想要追杀他们一家人，就是因为忌惮卡珊德拉一家人的先行者血脉。在说出了一切真相后，毕达哥拉斯将能够永生的赫尔墨斯权杖交给了卡珊德拉。在权杖离手的瞬间，毕达哥拉斯失去了权杖的永生之力，生命也随之消亡。而卡珊德拉接替了这个位置，他也会在未来2000多年的时间里默默保护人类，以及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这其中就包括了未来刺客与圣殿骑士双方所分别代表的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平衡。而卡珊德拉也在最后发现了秩序神教的真正领袖，正是那位希腊交际花阿斯帕西亚。随后卡珊德拉通过他口中得知，原来秩序神教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想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但却因为权力逐渐强大，他们的内部也随之腐败和堕落。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而阿斯帕西亚也早已经失去了对神教的控制权，神教所做的一切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于是卡珊德拉放过了他。做完这一切，已经可以永生的卡珊德拉前往了希腊的马其顿。因为秩序神教被卡珊德拉彻底抹杀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但秩序是一种信念，总会有人出现来维持这种秩序。于是在秩序神教之后诞生了上古维续者，维续者同样将卡珊德拉视为组织发展的绊脚石。而在马其顿，卡珊德拉意外结识了第一把袖剑的使用者大流士，他曾用袖剑刺杀过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大流士同时也是上古维续者的敌人。在与维续者的对抗中，卡珊德拉认识了大流士的儿子奈塔卡斯，并与奈塔卡斯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两人诞下了儿子艾皮迪欧斯，一家4口过上了柴米油盐的生活。但维续者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拥有先行者血脉的卡珊德拉，他们找到机会带走了卡珊德拉的儿子，丈夫奈塔卡斯也在期间惨遭杀害。愤怒不已的卡珊德拉在经过了不断的寻找和杀戮以后，成功找回了自己的儿子。或许是在卡珊德拉身上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于是身为祖父的大流士带着孙子离开了卡珊德拉，辗转来到了埃及。而卡珊德拉也会在背后默默保护他的后代。数百年后，卡珊德拉的后人艾雅也会与自己的丈夫巴耶克成立刺客的前身无形者。经历了这么多，卡珊德拉本来准备前往科孚岛为自己放个假，没想到在误打误撞之下找到了伊甸碎片金苹果。金苹果和断毛瞬间产生了共鸣，随后金苹果被其中的能量弹飞，卡珊德拉手里的断毛也变得像死去一般，失去了其中蕴含的力量。失落不已的卡珊德拉前往了岛上一所墓穴中，找到了里面的先行者阿勒特雅，可他却无法修复断毛。在断毛为卡珊德拉鞠躬尽瘁之后，最终还是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他。在阿勒特雅的恳求下，卡珊德拉答应了他前去寻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伊甸碎片。在卡珊德拉离开前，他将自己已经失去力量的断毛交给了希罗多德，并踏上了持续2000多年寻找伊甸碎片以及维持世界平衡的道路。在2018年，卡珊德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能够永生的赫尔墨斯权杖交给了现代刺客雷拉，并在最后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2000多年的旅程里，卡珊德拉经历了家人朋友的接连死去，最后他的命运也结束在了2000多年后的亚特兰蒂斯。或许身为一个凡人，想要承受永生的力量，需要付出的东西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吧。公元前49年，法老守护者巴耶克和自己的妻子艾雅在一个名叫西瓦的小山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一切的悲剧要从法老王托勒密13世来到了巴耶克所在的偏远小山村说起。几天后，巴耶克带上儿子卡穆前往郊外训练，但父子二人中途却被一伙神秘人绑到了西瓦的神庙中，而这群神秘人似乎正是托勒密带来的。他们拿出一枚金色的宝珠，声称这件东西能够打开神庙中的宝库大门。他们坚信巴耶克作为西瓦的法老守护者，一定知道使用方法。这枚宝珠正是被称为金苹果的伊甸碎片，但此时的巴耶克本就对宝库一无所知，只能让这些人自己看看说明书。恰好这时神庙中的动静引起了法老的注意，趁着其中几个神秘人前去应付法老的机会，卡穆为了救下父亲，鼓起勇气偷到了神秘人身上的匕首。靠着匕首，巴耶克挣脱了束缚，起身就要与敌人拼命，但神秘人却故意将匕首引到了卡穆的身上。失去重心的巴耶克竟然误杀了自己的孩子。或许是觉得巴耶克还有用，神秘人并没有杀掉他，但这件事情却成为了巴耶克和妻子艾雅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他与艾雅杀掉了数名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并发誓要将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死。在巴耶克除掉其中一个名叫苍鹭的神秘人以后，他与自己的好友霍普扎法再次回到了西瓦。听说其中一个叫圣路的神秘人正带着金苹果留守在西瓦，靠着托勒密手下的卫兵，圣路不断的威胁和殴打西瓦的村民，希望能逼问出一些关于宝库大门的线索。为了助巴耶克一臂之力，霍普扎法重新将巴耶克阔别已久的笋雕塞努交给了他。随后巴耶克潜入神庙，用圣路身上的金苹果将之活活砸死。做完这一切，巴耶克道别了好友霍普扎法，前往了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在一处藏身点，巴耶克终于见到了相别已久的妻子艾雅。在一阵激烈的欢喜过后，巴耶克将圣路的死讯道出。艾雅不久前也除掉了其中一个叫秃鹫的神秘人，而他们只需要杀掉最后一个名叫圣蛇的人，就能大仇得报。因为埃及艳后在与他的弟弟法老王托勒密争权中失败，圣蛇所在的组织一定在暗中帮助托勒密。艳后同样想除掉圣蛇，为了助艾雅一臂之力，于是他将一把远古之刃送给了艾雅。随后艾雅亲手为巴耶克戴上了这把被后世所称的袖剑。但众所周知，
知袖剑设计是有缺陷的。不久后，巴耶克在澡堂准备刺杀圣蛇，却因为扭打在一起被迫使用了袖剑，袖剑刺穿了圣蛇的头颅，同时也切断了巴耶克的无名指。但在他的心里，只要能为儿子报仇，这些损失都不算什么。做完这一切，巴耶克将杀掉圣蛇的喜讯告诉了艾雅，认为大仇得报的两人欢喜不已。完事后，巴耶克始终对圣蛇的死无法安心，他觉得有可能圣蛇不止一人。于是，在艾雅的介绍下，巴耶克认识了埃及艳后的心腹阿波罗多罗斯，并取得了他的信任。阿波罗将两人带到了埃及艳后所在的庄园。这位艳后也名不虚传，表示自己可以和任何人欢喜，只要他们同意第二天被处死就行。在见到夫妻两人以后，艳后还盛情邀请了巴耶克，毕竟妻子还在旁边，影响不好。巴耶克还是谢绝了。随后几人来到会议室，神秘人的真实身份也浮出了水面。原来他们是一个名叫上古维续者的组织，也正是圣殿骑士的前身。圣蛇也只是这些上古维续者的代号，就连法老王托勒密也只是他们扶持的傀儡而已。在整片埃及的土地上，分别由代号为圣甲虫、猎狗、蜥蜴、鳄鱼的人操纵着幕后的一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圣蛇。为了能够给儿子报仇，巴耶克夫妻决定为埃及艳后效力。他们也不再是法老的守护者，而是埃及艳后的守护者。第二天，巴耶克告别妻子，再次踏上了复仇之路。他先是前往塞伊斯找寻圣甲虫的线索，但狡猾的圣甲虫却扮作好人，在宴席中下药将之迷晕。当巴耶克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埋在了一片茫茫黄沙之中。幸好靠着艾玛和隼雕塞努，才侥幸逃过一劫。于是他回到塞伊斯，在赫鲁斯神庙中刺杀了圣甲虫。再次启程，巴耶克来到吉萨金字塔，在金字塔内部发现了试图献祭无辜平民来复活自己女儿的猎狗，在激烈的战斗过后将之刺杀。紧接着，巴耶克来到孟菲斯，发现圣牛身患重病，这一切都与上古维续者之一的蜥蜴有关。恰好埃及艳后也来到这里招揽人心，于是巴耶克通过调查找到并刺杀了蜥蜴。没有了蜥蜴的幕后操纵，艳后也成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接下来就只剩鳄鱼最后一人了。巴耶克再次启程前往法尤姆，通过线人提供的账本就能找到鳄鱼的真实身份，但线人的女儿夏迪亚却想帮父母的忙，自作主张将账本藏在了自己的身上。当巴耶克再次见到夏迪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被鳄鱼的手下杀害，并将她双脚绑上石头扔进了尼罗河之中。巴耶克只能强忍心中的悲痛，继续调查线索。随后巴耶克发现鳄鱼似乎和竞技场有所关联，于是他参加了竞技场的决斗，中途还遇到了自己的好友肯莎，二人不断在竞技场取得胜利。在击败竞技场最强的高卢兄弟以后，鳄鱼的真面目也浮现了出来。原来鳄鱼正是这座竞技场的赞助人，但肯莎却在最后选择了为鳄鱼效力。巴耶克在将鳄鱼刺杀以后，也只能无奈地杀死了肯莎。4位上古维续者被清除，巴耶克来到埃及艳后面前复命，但艳后却再次指派巴耶克去刺杀另外2个目标，但他只是想为儿子报仇，不想参与到权力的斗争之中。为了打消巴耶克的疑虑，艳后告诉了巴耶克，剩下的2名维续者分别叫胡狼和毒蝎，而胡狼的弟弟正好被埃及艳后抓到了这里。通过这人口中得知，胡狼也是其中一个杀死巴耶克儿子的凶手。但这时一伙法老指派的佣兵闯了进来，想要强行除掉埃及艳后。幸好在巴耶克和艾雅的保护下，才及时避免了这场危机。见到这种情况，埃及艳后也决定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因为之前艾雅就已经前去寻求罗马执政官庞培的援助。可当他们抵达庞培所在军营的时候，胡狼已经先一步血洗了军营，并且拿走了庞培的首级。失去援助的艳后决定色诱支持法老的凯撒大帝，于是在巴耶克夫妻的协助下，将艳后裹进地毯当做礼物送到了凯撒的面前。恰好凯撒正在与法老王托勒密商量结盟的事，庞培的人头也成为礼物摆在了桌上。在艳后出现的那一刻，本就好色的凯撒瞬间改变了主意，决定与埃及艳后联姻。见好事被破坏，托勒密失去了理智，决定向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宣战。3天后，罗马与埃及在尼罗河边展开了决战。巴耶克趁这个机会冲进了托勒密的军营，先是击杀了拥有战象的毒蝎，最后终于找到了胡狼。面对有杀子之仇的胡狼，巴耶克拼尽了全力将之打倒在地。但这个时候，有意招揽胡狼的凯撒出现，喝止住了即将报仇的巴耶克。但他多年的积怨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于是凯撒命人打晕了巴耶克。另一边，艾雅准备射杀已经战败逃亡的托勒密，没想到这位法老王竟然命丧鳄鱼之口。不久后，埃及艳后在凯撒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法老的王位，而胡狼也已经成为了凯撒的贴身侍卫。有了凯撒的支持，埃及艳后直接翻脸，将巴耶克和艾雅赶走，并把托勒密的死归到了夫妻2人身上。怒不可遏的巴耶克在当晚召集了许多不满艳后的人以及自己的盟友。巴耶克承认了自己为了复仇不顾一切的错误。如果任由得到重用的上古维续者发展，那么埃及将会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为了守护人民的自由意志，巴耶克决定成立兄弟会来反抗上古维续者。事后，艾雅提到胡狼曾拿走了亚历山大陵寝里面的权杖。为了找到一些线索，2人立马前往了陵寝。就在他们到达以后，却看到一直追随艳后的阿波罗已经身负重伤。阿波罗临死前说出了真相，原来上古维续者真正的首领是凯撒身边一个名叫狮子的副官，同时他也是杀死巴耶克儿子的真凶。狮子从阿波罗手里抢回了金苹果，并且已经在前往西瓦的路上。得知真相的夫妻2人立马回到了家乡西瓦，但这里已经被罗马人占领。2人一路潜入神庙，来到了宝库大门前，但上古维续者狮子早已利用金苹果和在亚历山大陵寝中的权杖打开了宝库大门。巴耶克的好友霍普扎法为了阻止他们，早已
失去了生命。狮子成功获得了神器，并获得了能够控制民众精神的能力。怀着悲痛的心情，巴耶克安葬了好友，再次前去追杀已经手握神器的狮子。纵使狮子能够通过神器获得强大的力量，但巴耶克内心的仇恨给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着他亲手杀死了仇人。而这一刻，儿子卡莫的灵魂也终于得以安息。随后，巴耶克回到亚历山大，将金苹果藏好。做完这一切，夫妻二人来到了海岸边。巴耶克本想就这样结束，但艾雅可不这么想，他准备前往罗马，势必要手刃胡狼和凯撒。仿佛是意识到了艾雅坚定的信念，二人决定成为刺客，将自己的余生藏匿于黑暗之中，从上古维续者手中解放埃及和罗马。他们也不再是夫妻，更不是一名守护者，而是无形者。公元前44年，艾雅前往罗马的庞培剧院，在那里他亲手宰了胡狼。随后他来到元老院，刺杀了已经成为上古维续者首领的凯撒。早就不满凯撒的议员也加入了其中，就连他的儿子也上前行刺。紧接着，艾雅来到了埃及艳后的面前，警告他最好成为一个人民应得的明君，不然艾雅手里的袖剑将会贯穿他的咽喉。不久后，巴耶克收到了艾雅的来信，艾雅已经在罗马创立了无形者兄弟会，刺客们纷纷以切掉无名指作为入会仪式。艾雅也抛弃了他的身份，改名阿蒙内特。刺客的信条也在逐渐成型。当艾沃尔因为不想被切无名指而将袖剑戴在手背的那一刻，刺客们也终于想起了袖剑的正确用法。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部维京人眼中的天堂——刺客信条：英灵殿。公元847年，主角艾沃尔出生在挪威杜亚氏族的村庄之中，他的父母是骁勇善战的维京战士。而在艾沃尔8岁那年，氏族举办的宴会上，父亲瓦林让艾沃尔将一个象征着友谊的臂环献给杜亚氏族的首领斯蒂比约恩。就在众人高唱维京战歌那一刻，氏族的仇敌残暴者科约特维偷袭了他们的村庄，杜亚氏族想要抵抗，却为时已晚。在科约特维投降不杀的要求下，父亲瓦林为了保全家人和氏族的性命，屈辱地放下了战斧。这也意味着父亲只能作为一个懦夫死去，死后的灵魂也无法到达英灵殿。但是科约特维出尔反尔，在父亲瓦林放下战斧以后将之杀死，这也导致母亲被害。好在关键时刻，氏族首领的儿子西格德骑上战马将艾沃尔救走，但两人在逃亡的路上被敌人袭击，艾沃尔因此跌到了冰湖之上。还没缓过神来的艾沃尔又被一只野狼疯狂地撕咬，野狼最终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濒死之际，艾沃尔仿佛看到了众神之王奥丁的身影，两只突然出现的渡鸦朝着野狼就发动了攻击。艾沃尔因此脱困，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斧头反手就结果了野狼。10多年后，艾沃尔成长为了一名强悍的维京战士，并且因为反杀恶狼的战绩，艾沃尔获得了狼纹者的称号。时间并没有让他忘记仇恨，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残暴者科约特维。但艾沃尔同时也埋怨着父亲瓦林的软弱，在寻找仇人的途中，艾沃尔还找回了当初父亲被收缴的战斧。不久后，杜亚氏族首领的儿子西格德在外出游历多年后回到了家中，并且带回了2个在外结识的好友，无形者成员巴西姆以及他的徒弟海什姆。大哥西格德归来，艾沃尔自然是和嫂子一起前去迎接。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西格德将巴西姆送给他象征着无形者的袖剑转赠给了艾沃尔。艾沃尔在巴西姆的注视下，自然地将袖剑戴在了手背处，并且对无形者非要把袖剑戴在内侧还得切掉无名指表示遗憾。而这一次西格德回来，下定了决心要了结杜亚氏族和残暴者科约特维之间的仇恨。于是西格德和艾沃尔以及无形者巴西姆联合了金发王哈拉尔德的势力，一起对科约特维所在的堡垒发动了总攻。最终艾沃尔亲手了结了杀父仇人，成功的报了血海深仇。可惜的是，科约特维的儿子哥姆却趁乱骑马逃走，没有能够斩草除根。随着战斗的胜利，金发王哈拉尔德顺势召开了阿尔廷会议，表示了自己想要统一挪威的想法。没想到科约特维的儿子哥姆想要趁机投靠金发王，然而现在的哥姆已经没有了价值，于是金发王放逐了哥姆。这时西格德的父亲作为杜亚氏族的首领，不想再看到自己的氏族因为战乱而流血，于是他对金发王统一挪威的想法表示了归顺。但心中有抱负的西格德却对父亲的行为嗤之以鼻，当众指责了父亲的软弱。不甘心的西格德回到氏族，当即就带上追随自己的手下，准备前往英格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王国。艾沃尔自然也誓死追随兄长，与他一起驾驶着维京战船朝着大洋彼岸进发。狼纹者艾沃尔的名号将会彻响整片英格兰大陆。在经历了近1个月的海上漂泊以后，艾沃尔和西格德抵达了英格兰南部地区，在这里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氏族改名黑鸦氏族，并将新的定居点起名为雷文斯索普。安顿好一切后，西格德先一步前往莱斯特郡与拉格纳之子会面，艾沃尔则全权负责与英格兰各地势力结盟以及定居点发展的事务。他先是前往剑桥郡，帮助诺斯将领索马重新集结他的夏日大军，击溃了占据优势的萨克逊人，并大获全胜，还帮助索马找出了手下的叛徒。最后艾沃尔突袭了萨克逊首领魏格曼德所在的修道院，彻底夺回了失陷的剑桥郡。剑桥郡与黑鸦氏族宣告结盟，仅仅取得一方结盟还远远不够。艾沃尔紧接着前往莱斯特郡，帮助伊瓦尔和乌巴推翻了现任国王伯格雷德的统治，将西奥武夫扶持为新的国王。在见证了西奥武夫的加冕仪式后，莱斯特郡与黑鸦氏族宣告结盟。再次启程，艾沃尔前往东昂格利亚，帮助年少的国王奥斯瓦德击败了维京人首领鲁德所率领的维京海盗。在这期间，艾沃尔教会了奥斯瓦德战斗以及身为一个国王该有的行事准则，让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国王。在加冕仪式上，艾沃尔见证了
了这位年少的国王与维京人瓦尔蒂斯的婚礼。随着艾沃尔与众多势力的结盟，狼纹者与他的黑鸦氏族在英格兰这片大陆声名大噪。另一方面，定居点也在逐渐壮大。艾沃尔还为海狮姆建立了新的无形者据点，帮助无形者铲除在英格兰的上古维续者，迎接了曾经的杜亚氏族先知瓦尔卡定居此处。很快，黑鸦氏族结盟的步伐迎来了转折。在牛津郡，艾沃尔与兄长西格德和巴西姆会合，但此时西格德的行为似乎在巴西姆的诱导下越发的不正常。西格德认为自己是神的转世，还妄图统治整个英格兰。为了寻找一个叫福凯的女人，甚至不惜与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作对。就在他们救出福凯以后，阿尔弗雷德率军包围了他们，但没想到的是，福凯竟然正是阿尔弗雷德的手下，同时他也是上古维续者的一员。福凯察觉到西格德可能是神的转世，于是他丝毫不念救命之恩，直接让阿尔弗雷德将西格德扣留。因为以黑鸦氏族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阿尔弗雷德，于是艾沃尔只能回到据点，继续扩大黑鸦氏族结盟的版图。寻找结盟的期间，西格德也算是在结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在艾沃尔为了照顾大哥的感受，选择了与嫂子兰蒂夫越来越近。没能照顾好大哥，艾沃尔就只能照顾好嫂子了。不久后，艾沃尔与巴西姆一起成功得知了福凯的下落，于是他集结了目前所有的盟友，对福凯所在的堡垒发动了总攻。在经过了惨烈的厮杀过后，艾沃尔成功的将西格德救回，福凯这个罪魁祸首也被艾沃尔追上并将之杀死。但不幸的是，西格德因为遭到福凯的折磨，失去了他的右臂，只为唤醒西格德体内属于神的记忆。在经历了这种非人的折磨以后，如果说之前西格德被巴西姆蛊惑只是有点不正常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这件事情过后，回到家的西格德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开始变得极端暴力，甚至想要重新获得前世身为神的地位。I know who I am. I know my destiny. And you will not hinder me. 加大药量。为了能够治好西格德，艾沃尔决定前去寻求先知的帮助。因为自从艾沃尔被狼吻过后，他总能看见众神之王奥丁的身影在自己面前逼逼赖赖。或许知道了这一切的原因，就能治好兄长西格德。于是先知当场就为艾沃尔调配了一剂能够开启神识的猛药。喝下这剂进口的猛药以后，艾沃尔开启了通往神界阿斯加德的旅程。他的意识穿越到了众神之王奥丁的身上。原来艾沃尔正是奥丁的转世。阿斯加德的神殿上，命运三女神预言了奥丁将会死于凶狼芬里厄的口中，以及诸神黄昏的到来。在预言过后，约顿海姆的巨人进攻了阿斯加德，于是奥丁前去阻挡进攻，并且关闭了阿斯加德的大门。然而一个突然出现的工匠声称自己能够制作抵挡巨人的护盾。奥丁见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帮助工匠寻找到了所需的材料，成功制作出了护盾。但没想到的是，这个护盾只是为了困住奥丁，工匠则是巨人变化出来的。见这位工匠不自量力，奥丁毫不犹豫地结果了他。原来阿斯加德大门突然被打开，都是诡计之神洛基搞的鬼。因为奥丁在得知了自己会死于凶狼之口以后，决定杀死9界所有的狼。恰好在之前，奥丁差点杀死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狼，这只狼正是洛基的儿子芬里厄。奥丁碍于立过不会杀死洛基和其血脉的誓言，于是也只能任由洛基离去。为了寻找阻止诸神黄昏的办法，奥丁启程前往了巨人的国度约顿海姆，却在那里被洛基和他的妻子安格尔伯达设计迷晕，并用蔓藤将他囚禁在高处。好在一个叫希尔罗金的女人及时出手救下了奥丁。她告知奥丁，想要在诸神黄昏中存活下来，就必须找到约顿海姆的神酒，作为代价只需要分一点给希尔罗金就行。于是奥丁借着举办宴会的理由，灌醉了约顿海姆的首领苏图恩。趁着所有人喝到酩酊大醉的时候，奥丁偷走了神酒。最终他成功的带着神酒来到了世界树下的米米尔面前，在献祭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与神酒一起发酵过后，只要等待诸神黄昏到来的那天，在世界树下喝掉神酒，灵魂就能得以保存。待肉体死亡，灵魂将会在之后重生。做完这一切，奥丁回到阿斯加德，发现洛基的儿子芬里厄体型已经成长为了一只巨狼，于是他设法将锁链套在了巨狼的身上，但是因为他的欺骗，也让战神提尔作为保证的手臂被巨狼咬掉。这也代表着西格德正是战神提尔的转世。随着诸神黄昏的到来，奥丁和众神喝下了能够保存灵魂的神酒，并在诸神黄昏大战中死去。搞清楚了西格德的身世，醒来后的艾沃尔从海什姆口中得知，残暴者科约特维的儿子戈姆此时已经逃到了遥远的文兰，并且在那里成为了上古维续者的首领。于是艾沃尔漂洋过海，前往了被后世称为北美洲的文兰。艾沃尔在当地莫霍克族的帮助下，通过不断的调查和清理据点，终于找到了戈姆，并将他刺杀，还在戈姆的手里得到了一个神秘的水晶球。为了答谢莫霍克族的帮助，艾沃尔将水晶球送给了他们，而这个水晶球也成为了当地莫霍克族世代供奉的圣物，并在几百年后指引那个号称狂战士的男人，成为了北美洲殖民地的刺客导师。艾沃尔回到英格兰以后，再次不断的与各地势力结盟。随着时间的流逝，黑鸦氏族的盟友也遍布了整个英格兰的版图。这时西格德突然找到艾沃尔，他希望艾沃尔能够与他一起进行最后一次远航，回到挪威去寻找那个维京人一生所向往的最终归宿英灵殿。为了满足兄长的请求，艾沃尔与西格德再次经历近1个月的航行，回到了家乡挪威。他们在挪威最北方的峡湾格因希利尔的山洞之中，通过连接洞窟内世界树的树干，进入了那个所谓的英灵殿。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只需要每天畅快的饮酒，等待大门开启的那一刻，与敌人进行厮杀。而在这里，艾沃尔竟然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瓦林，但是他心里明白，曾经放下战斧
作为诺夫死去的父亲是不可能来到英灵殿的。于是艾沃尔毫不犹豫地杀掉了这个虚假的父亲，并意识到了这只是西格德为了逃避现实所幻想出来的英灵殿。之后通过艾沃尔的劝说，西格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二人决定回到现实。然而这个时候，奥丁出现在了艾沃尔的面前，将他拖入到了异时空间。奥丁告诉艾沃尔自己给了他想要的一切，试图阻止艾沃尔离开这里。艾沃尔则不屑一顾，他只是想回到英格兰，回到亲人和族人身边。眼见劝阻不果，怒不可遏的奥丁对艾沃尔发动了攻击。身为凡人的艾沃尔根本不可能是众神之王的对手，不想跟奥丁多做纠缠的艾沃尔朝着正在向自己招手的亲人们奔去，但却一次又一次被奥丁拉回到了自己的身边，逼迫艾沃尔与自己战斗。而就在这一刻，艾沃尔似乎明白了，当初父亲瓦林放下手中的战斧作为诺夫死去，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活下去，哪怕希望很渺茫。紧握手中的战斧直至战死，是身为一个维京人该有的觉悟；而放下手中的战斧屈辱而死，是身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该有的责任，哪怕死后的灵魂无法去往英灵殿。这一刻，艾沃尔卸下了自己的战斧，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的家人奔去。在来到大门那一刻，不甘心的奥丁抓住了艾沃尔，努力地尝试最后的劝阻。Glory, power, what more do you need? Everything else. 从幻境中清醒过来的艾沃尔发现兄长西格德此时已经被巴西姆挟持，原来巴西姆正是诡计之神洛基的转世。巴西姆一直错把西格德当作奥丁，忽视了艾沃尔的存在。他接近西格德也只是为了给儿子芬里厄报仇，一切因果也都明朗。在经过了惨烈的战斗过后，艾沃尔与西格德合力强行把巴西姆永久的链接到了虚假的英灵殿之中。经历了这些事情，西格德坦白了自己已经知道了艾沃尔与嫂子的事，并且表示自己愿意退位。他将黑鸦氏族交给了艾沃尔，并和妻子兰蒂夫解除了婚约，自己则作为黑鸦氏族的一员辅佐艾沃尔。如今黑鸦氏族的盟友已经遍布整个英格兰，接下来就是该找阿尔弗雷德清算的时候了。于是艾沃尔召集了所有的盟友向韦塞克斯王国宣战。随着战斗的进行，盟友索马和乌巴相继战死。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攻城战过后，黑鸦氏族的联盟击败了韦塞克斯王国，但阿尔弗雷德却早已趁乱逃走。不久后，斯开岛的先知找到艾沃尔，他希望艾沃尔能够前去斯开岛帮助那里的村民摆脱噩梦，并且这件事情还和嫂子兰蒂夫有关，当然现在已经不能叫嫂子了。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艾沃尔当即前往斯开岛调查起了噩梦的源头。跟着线索，艾沃尔在一处尸横遍野的空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像兰蒂夫的背影。当这个人回头的时候，竟然正是那个已经获得永生的卡珊德拉。两人各自都充满了警惕，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过后，双方都各自亮出了无形者的标志性武器，这才善罢甘休。两人冷静下来以后，开始互相说明来意。经过商量，他们都是想要找到噩梦的源头，于是决定结伴而行。经过两人不算太默契的合作，也终于找到了源头。原来导致村民做噩梦的正是依恋碎片金苹果。艾沃尔没有丝毫警惕，竟然直接拿起了金苹果，瞬间就遭到了强大力量的反噬。好在早已经验丰富的卡珊德拉及时出手，帮助艾沃尔摆脱了反噬。事情过后，艾沃尔为了表示感谢，邀请卡珊德拉来一场不醉不归的盛宴。在酒桌上，卡珊德拉甚至教会了艾沃尔属于希腊的国粹。Melika, you really are drunk. Now you're just spouting nonsense. No, it's a Greek swear word. It's ma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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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it. You got it.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终卡珊德拉还是告别了艾沃尔，再次独自踏上了维护世界平衡的道路。之后，艾沃尔回到英格兰，准备完成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帮助海什姆彻底铲除在英格兰的上古维续者。在一位神秘人不断提供的线索下，艾沃尔开始不断的刺杀上古维续者，终于在最后神秘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上古维续者真正的首领。然而出乎意料的，一直提供线索的神秘人以及维续者的首领，正是之前早已逃走的阿尔弗雷德。之所以他不断的帮助艾沃尔，是因为他信奉的是基督教，教义的不同导致上古维续者在他眼里只不过都是一群亵渎上帝威严的邪教而已，所以他就借艾沃尔之手彻底根除了已经腐朽的维续者，从而让更伟大的思想取而代之。没错，阿尔弗雷德所要建立的全新教派正是未来的圣殿骑士。阿泰尔·伊本·拉阿哈德是一名自幼在马斯亚夫城堡长大的刺客，因为从小就被训练过刺杀技巧，再加上他过人的天赋，仅仅26岁，阿泰尔就成为了一名刺客大师。但正是这份荣誉，让他一次在寻找金苹果的任务当中违背了刺客组织的3大原则：其一，他杀死了无辜的平民；其二，他贸然行动下导致同伴一死一伤；最后还是同伴拼死拿到了金苹果。其三，因为暴露了刺客身份，导致圣殿骑士围攻了刺客堡垒，让刺客组织陷入了危险之中。于是阿泰尔的导师阿尔莫林撤回了他刺客大师的身份，让他再一次从零开始。而想要恢复刺客大师的身份以及赎清身上的罪孽，阿泰尔就必须刺杀掉一份名单上的9名圣殿骑士。在经过了漫长的刺杀和磨练以后，阿泰尔终于杀死了名单上最后一位圣殿骑士。
士罗贝尔。但就在罗贝尔死前，他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阿泰尔的导师阿尔莫林正是圣殿骑士的一员，他只是想借阿泰尔的手来杀掉知情的圣殿骑士，从而独占金苹果的力量。于是阿泰尔回到刺客堡垒，在已经被洗脑的刺客们的追杀下，来到了阿尔莫林的面前，并靠着强大的意志抵御住了金苹果的力量。最后，阿泰尔用袖剑结束了导师阿尔莫林的生命。为了确保阿尔莫林不再能够影响其他人，阿泰尔不顾其余刺客的反对和不解，当众火化了阿尔莫林。而所有人当中最不满的就属一名叫阿巴斯的刺客，他本身就讨厌阿泰尔，于是借这个机会污蔑阿泰尔，并趁机抢到了金苹果。很快，得意忘形的阿巴斯遭到了金苹果的反噬，好在阿泰尔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手中的金苹果，不知道其中的力量是给他们带来知识还是毁灭。37年过后，63岁的阿泰尔和自己的妻子玛利亚从对抗蒙古人入侵的前线回到了马斯亚夫，可是这里已经被阿巴斯彻底掌控。阿巴斯甚至以阿泰尔的名义处死了他的小儿子赛夫，并且阿巴斯还嘲讽道，赛夫一直到死都认为是自己的父亲背叛了他。阿泰尔愤怒到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使用了金苹果，却导致想要来阻止的妻子玛利亚被杀。妻子临终前还在极力的劝阻阿泰尔不要失去理智，于是冷静下来的阿泰尔立马带着自己的大儿子达利姆逃走。在这期间，阿巴斯还四处宣扬阿泰尔是刺客组织的叛徒。20年后，已经82岁高龄的阿泰尔带着儿子再一次回到了马斯亚夫。在这20年的时间里，被阿巴斯统治下的刺客们早已经看穿了他的真面目。重回故土的阿泰尔带着大批尊敬他的刺客走进了马斯亚夫的城堡，看着眼前还在执迷不悟的阿巴斯，阿泰尔直接用袖枪结束了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仇恨。10年过后，排辈之年的阿泰尔将自己的笔记以及封印着他记忆的5把钥匙交给了尼可罗波罗，这本笔记也被尼可罗波罗在之后带到了意大利，最后被艾吉奥的父亲得到。做完这一切，阿泰尔独自一人带着金苹果留在了马斯亚夫地下的秘密图书馆之中，静待自己的死亡。1459年，欧洲正处在一种艺术、思想、科学都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一年的夏季，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间小屋中，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寂静。身为父亲的乔瓦尼闻讯赶到，听着怀中婴儿洪亮的声音，乔瓦尼自豪地赋予了这个婴儿一个会在未来彻响整个意大利的名字。一转眼，时间来到了1476年，艾吉奥已经成长为了一名桀骜不驯的少年。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娇生惯养让艾吉奥经常伙同家族成员与帕奇家族的维耶里斗殴。而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维耶里在艾吉奥的嘴角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疤。恰好艾吉奥的哥哥佛德里科及时赶到，帮助艾吉奥打跑了维耶里。随后，在兄弟俩的打闹下，他们朝着佛罗伦萨的高处爬去。随着城市的夜景缓缓浮现，艾吉奥的故事也正式展开。随后，艾吉奥并没有回家，而是翻墙来到了邻家小妹克里斯蒂娜的家中，并开始了长达1夜的深入交流。就在第二天，艾吉奥被热情的老丈人赶了出来。施施然回到家中的艾吉奥，随后就被父亲乔瓦尼逮到。本以为会被父亲一顿臭骂，但没想到的是，艾吉奥的骚操作让乔瓦尼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看看这跌当的那个叛逆老父亲出来挨打。之后，闲来无事的艾吉奥开始帮家里人做起了杂事。他先是帮助自己的弟弟找羽毛，随后又帮自己的妹妹克劳迪亚收拾了出轨的妹夫。值得一提的是，艾吉奥在母亲的介绍下认识了莱昂纳多·达芬奇，而达芬奇也会在日后成为艾吉奥最好的朋友。可这种温馨且愉快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之后，艾吉奥为父亲送信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以及哥哥和弟弟都被以叛国的罪名逮捕。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艾吉奥有些无所适从，但当务之急就是要先保护好母亲和妹妹。于是艾吉奥将母亲和妹妹安顿在女佣的姐姐家里以后，他便孤身一人来到了关押父亲的牢房。但父亲却告诉艾吉奥，回到家中用自己的天赋找到暗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带上，再将其中的文件交给之前艾吉奥匆匆见过一面的乌贝托先生。没有任何办法，艾吉奥只能照做。他回到家中略微尝试就开启了自己的鹰眼天赋，并成功的找到了父亲所说的东西，里面正是父亲留下的刺客服。当艾吉奥穿上这身衣服以后，也就意味着他正式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随后艾吉奥将文件交给了乌贝托，收到文件的乌贝托表示会在第二天宣告艾吉奥的家族无罪。艾吉奥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但就在第二天，艾吉奥看到的却是父亲、哥哥和弟弟已经被押上了绞刑架。在乌贝托毫不讲理的死刑宣告下，艾吉奥的家人就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但他却没有任何能力阻止眼前发生的一切。于是艾吉奥只能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去找母亲和妹妹。好在他们已经在女佣的帮助下暂时安顿在一名叫宝拉经营的妓院中，可能是宝拉经历过同样悲惨的命运，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教授艾吉奥生存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有复仇的资本。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物品中有一把损坏的袖剑，于是艾吉奥找到达芬奇，希望他能够帮忙修理。达芬奇见到袖剑和其中的手稿以后，发现其中的设计结构相当的先进，于是在达芬奇的帮助下，袖剑被修好。但是达芬奇却说想要使用
用袖剑，就必须做出肉体上的牺牲。接着他就直接一刀朝着艾吉奥的无名指砍去，然后他开了个玩笑，原来袖剑的弊端已经被达芬奇改良，而这幅手稿正是刺客大师阿泰尔所留下的。做好了一切准备，艾吉奥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他在宝拉提供的情报下，前往了圣十字大教堂，靠着学来的藏匿行踪技巧，艾吉奥来到了宣判他家人死刑的乌贝托面前。他发了疯似的用袖剑刺杀了乌贝托，终于为家人报了仇。但情绪激动的艾吉奥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赶紧带上母亲和妹妹，准备求助城外奥迪托雷庄园的马里奥叔叔。可就在路上，他们遭到了帕奇家族的维耶里阻挠。维耶里想要借这个机会斩草除根，在危机时刻，马里奥及时赶到，救下了艾吉奥一行人。在得知发生的一切后，叔叔马里奥让他们在庄园里安顿下来。在之后，他还教授了艾吉奥战斗的技巧，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护好母亲和妹妹。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艾吉奥从叔叔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原来父亲乔瓦尼表面上是一位银行家，暗地里却是刺客组织的一员，而密谋害死艾吉奥家人的不单单只有乌贝托一人，罪魁祸首正是与刺客敌对的圣殿骑士。在乔瓦尼留下的文件中，有着参与谋害他家人的名单，其中的领头人罗德里格·波吉亚正是圣殿骑士的首领，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可谓是权势滔天。但想要刺杀波吉亚，就得先将他手下的走狗们一一解决，而只有将名单上的所有人杀掉，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复仇。如今的艾吉奥需要扛起奥迪托雷家族的大梁，他也必须将父亲为之献出生命的努力延续下去。之后，在马里奥的带领下，他们进攻了庄园附近的帕奇家族城堡。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训练，艾吉奥熟练地潜入城堡，成功地刺杀了维耶里。但维耶里的父亲帕奇却先一步逃走。为了继续追杀帕奇，艾吉奥不得不动身再次回到佛罗伦萨。就在他刚刚回到家乡，误打误撞之下，竟然认识了一个叫沃尔佩的人。这人正是佛罗伦萨盗贼公会的领袖。在艾吉奥的询问下，沃尔佩爽快地说出了帕奇将会在当晚和他的同伙在教堂进行秘密会议。于是艾吉奥通过潜入地下陵墓，偷听到了他们即将策划的阴谋。原来以波吉亚为首的一行人准备刺杀唯一不支持他们的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以此来彻底掌控意大利。在得知了这惊天的阴谋以后，艾吉奥当即就赶往了领主宫。就在帕奇快要得逞的时候，及时化解了这场危机。安顿好洛伦佐以后，艾吉奥动身前去追击帕奇。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追赶以后，艾吉奥终于送帕奇去见了自己的儿子维耶里。在之后的日子里，随着艾吉奥不断刺杀波吉亚的手下，圣殿骑士在佛罗伦萨的影响力也随着这些人的死逐渐削弱。波吉亚见大势已去，于是立即逃往了威尼斯。艾吉奥在处理好佛罗伦萨的事情以后，当即就动身前去追击波吉亚。路上达芬奇也准备前往威尼斯，于是二人结伴而行。虽然路上有些小小的颠簸，不过还是成功的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艾吉奥救了一名叫罗莎的女盗贼，并结识了威尼斯盗贼公会的首领安东尼奥。在盗贼公会的帮助下，艾吉奥发现波吉亚竟然想要杀掉威尼斯的总督，然后再用他们自己的人取代总督的位置。艾吉奥本想立马前去营救，但总督府却不是那么好进的。不过此时同在威尼斯的达芬奇帮了艾吉奥一个大忙，他设计了一架飞行器，让艾吉奥从自家楼顶硬生生飞到了总督府，剩下的自然就好办了。艾吉奥直接追上并刺杀了想要谋害总督的圣殿骑士，但这时总督早已喝下了毒酒，随即便毒发身亡。不过好在艾吉奥及时补救，将随后新上任的总督刺杀，再让盗贼公会信任的人接管了总督的位子。在之后的时间里，艾吉奥结识了佣兵公会的会长巴托洛缪，并不断的刺杀波吉亚的手下，几乎将圣殿骑士在威尼斯的势力瓦解。可到了最后，艾吉奥才发现，原来波吉亚想要夺得总督的位子只是一个障眼法，为的就是拖延时间，并且让艾吉奥分心，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出海寻找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波吉亚的线索就此中断。就这样，从艾吉奥目睹亲人被害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调查波吉亚的行踪，眼看大仇即将得报，但却一直没有进展。就在艾吉奥生日这天，罗莎送了艾吉奥一份礼物，原来是盗贼公会查到了当时波吉亚乘坐的那艘船的航运清单，清单上面标注的返航时间也正是在明天。而达芬奇也在此时赶来，他通过之前在袖剑中阿泰尔留下的手稿以及之后找到的其余手稿，推测出了其中的秘密。原来手稿里面隐藏着一个预言，预言中涉及到了一个古代密室，而在密室里蕴藏着强大力量的伊甸碎片，正好他们手里大部分的手稿都是在杀掉圣殿骑士以后拿到的。这也说明了波吉亚也在研究这些手稿，他们出海就是为了去寻找伊甸碎片，然后再带回威尼斯。也就是说，只要跟着伊甸碎片，那么一定能找到波吉亚。解开了这10年的疑惑，艾吉奥在第2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伪装成搬运伊甸碎片的士兵以后，他顺利的见到了等候多时的波吉亚。想到无数的人因为伊甸碎片而死，艾吉奥直接暴露身份，并与波吉亚展开了战斗。就在艾吉奥寡不敌众的时候，叔叔马里奥及时赶到，就连沃尔佩、安东尼奥、保拉、巴托罗缪等人也紧随其后加入战斗。波吉亚见情况不妙，又再一次逃跑。经过了这件事情，艾吉奥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刺客兄弟会的人，他们这么多年的引导和帮助，都是在为艾吉奥加入兄弟会打好基础，而现在也是时候让艾吉奥加入了。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之后，一行人带着金苹果来到了达芬奇的家里。众人看着眼前这坨名叫金苹果的伊甸碎片，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可因为艾吉奥无意之间触碰，引发了金苹果内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量。
见金苹果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力量，惊魂未定的马里奥立即让艾吉奥前往芙莉城，寻求女城主卡特琳娜的帮助。只有在重兵和城墙的保护之下，才能让金苹果不被有心之人所利用。但圣殿骑士却先一步策反了卡特琳娜的手下。可就在艾吉奥帮忙夺回芙莉城的战斗中，不慎被敌人捅穿了腹部，而金苹果则被一个黑袍修士拿走。当艾吉奥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顾不得女城主的关心，立马开始调查起了黑袍修士的去向。通过一番调查下，得知黑袍修士已经去了佛罗伦萨。当艾吉奥赶到的时候，黑袍修士已经靠着金苹果的力量控制了全城的民众。于是艾吉奥刺杀了黑袍修士所有的心腹，解放了民众们被控制的精神。最后，这位黑袍修士被愤怒的民众拖到了广场执行了火刑。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艾吉奥收集到了全部的手稿，所有人都来到了奥迪托雷庄园，在拼凑好手稿，并在金苹果的光芒照耀下，一幅世界地图缓缓地呈现了出来。原来古代密室竟然就在罗马大教堂的地下，而打开密室需要2块伊甸碎片，一个是金苹果，另一个就是教皇的权杖。但黑袍修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如今的波吉亚已经成为了教皇，权杖肯定也在他的手上。顾不得这些，艾吉奥立即动身前往罗马。就在他到达罗马大教堂以后，已经成为教皇的波吉亚正在举行祷告仪式。艾吉奥抓住这个机会，从空中直接跳下刺杀波吉亚。可没想到波吉亚手中的教皇权杖救了他一命。随即各自手持伊甸碎片的2人展开了战斗，但艾吉奥手中的金苹果在教皇权杖面前，充其量就是一个气氛组。最后艾吉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波吉亚从自己手中拿走了金苹果，临走前还在艾吉奥的腰上来了一刀。当艾吉奥拖行着重伤的身体来到波吉亚的面前后，却发现他就算得到了金苹果和教皇权杖，也无法打开古代密室的大门。没有了神器，波吉亚在艾吉奥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老头而已。艾吉奥几拳就将他打倒在地。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艾吉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已经杀了足够多的人，就算杀掉波吉亚也不能改变亲人已经死去的事实。于是他没有选择结束掉仇人的性命，而是转身向着伊甸碎片走去。可就在他接触到伊甸碎片的瞬间，古代密室的大门竟然随之开启。当艾吉奥进入到密室中以后，却发现没有什么所谓的宝藏，只有一个被艾吉奥视为神的存在。这位神名叫密涅瓦。密涅瓦告诉艾吉奥，他们的种族只是行走在这个世界的先行者，无论是思想和科技都远超艾吉奥这个时代的人，而人类也是他们所创造。他们给了人类生命，但人类却背叛了先行者。先行者虽然强大，但是人类却数量众多，双方都互相渴望战争。当先行者专注在跟人类进行战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宇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太阳风暴，整个世界被焚烧殆尽，先行者灭亡了，而人类靠着繁殖能力的优势留在了这个世界上。逐渐灭亡的先行者留下的真理，也被人类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这些话里所蕴含的信息，自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的艾吉奥无法理解的。于是他只能带着心中的疑惑离开了古代密室。但此时波吉亚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也预示着在整个欧洲，刺客与圣殿骑士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完结。随着艾吉奥开启了古代密室的大门，发现密室中所透露的信息是这个年代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于是艾吉奥也只能一头雾水地离开了密室。此时波吉亚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当他和叔叔马里奥离开罗马大教堂，来到台伯河以后，他们意识到不甘心的波吉亚势必会卷土重来，二人准备将金苹果丢入河中。但艾吉奥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是最安全的，于是他们准备回到奥迪托雷庄园再从长计议。而刺客信条兄弟会的故事也就此正式展开。当他们回到庄园以后，艾吉奥便对众人说出了密室中所发生的事情。好在密室里并没有令人畏惧的强大武器，但是艾吉奥放过了教皇波吉亚的行为，让刺客之一的马基亚维利愤怒不已。放虎归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马基亚维利立马动身前往罗马。叔叔马里奥则无条件的相信艾吉奥的选择，没有怎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艾吉奥，在当晚还和他之前救过好几次的女城主卡特琳娜度过了欢喜的一晚。艾吉奥也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但好景不长，就在第二天，一颗炮弹打破了短暂的安宁，艾吉奥的刺客服也被砸碎。原来是波吉亚的儿子切萨雷率领教皇的亲卫队，趁着夜色重兵包围了庄园。猝不及防之下，庄园也到了即将失守的地步。马里奥随即先一步带人出城迎战教皇的军队。当艾吉奥赶到的时候，城门已经失守，马里奥和卡特琳娜被抓，就连金苹果也被切萨雷夺走。随后切萨雷更是当众杀掉了马里奥。面对已经彻底失守的局面，艾吉奥只能带上母亲和妹妹逃出了庄园。接着他便先一步独自前往罗马。当艾吉奥再次见到马基亚维利的时候，罗马已经彻底被圣殿骑士控制，刺客兄弟会也几乎成了一盘散沙。如今想要完成对波吉亚和切萨雷父子的复仇，就必须先发展刺客兄弟会在罗马的势力。于是艾吉奥立马开始行动。他先是在巴托洛庙的介绍下认识了法比欧，在法比欧的帮助下，艾吉奥有了一个在台伯岛的据点。随后他前往了罗马的妓院，希望能够获得这些交际花的帮助。但妓院的老板却被劫匪绑架并且撕票。恰好这时母亲和妹妹也来到了罗马，想为哥哥分担一些压力的妹妹克劳迪亚决定成为这些交际花的领导者。于是艾吉奥获得了妓女工会的帮助。随后他又找到老友沃尔佩以及巴托洛庙，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道
盗贼公会和佣兵公会的支持，并成功的集齐了3大公会。再通过不断摧毁圣殿骑士在罗马的据点，刺客兄弟会也在罗马逐渐站稳了脚跟。之后，艾吉奥通过情报得知，卡特琳娜正被关押在重兵把守的圣天使堡。不过以艾吉奥现在的实力，一个小小的堡垒怎么可能拦住他？整个欧洲没有人比艾吉奥更懂潜入。就在艾吉奥潜入的过程中，他发现波吉亚的儿子切萨雷竟然跟自己的亲妹妹克卢西亚搞在了一起，甚至切萨雷还许诺，等他统一意大利以后，就让克卢西亚成为自己的王后。两人笑得很开心，在窗外偷看的艾吉奥也笑得很开心。随后，艾吉奥趁着克卢西亚正在跟自己的另一个小情人约会的时候，从他身上找到了牢房的钥匙，成功的救出了卡特琳娜。在两人逃离的途中，可能是艾吉奥觉得自己这次的潜入不够完美，于是他让卡特琳娜先走，自己则独自留下断后。做完这一切，接下来就是要着手开始瓦解圣殿骑士的势力了。于是艾吉奥四处解救遭到切萨雷父子压迫的平民，并让他们加入刺客兄弟会。在期间，艾吉奥遇到了昔日的老友达芬奇。如今的达芬奇在圣殿骑士的逼迫下为他们工作，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但达芬奇还是在私底下为艾吉奥改造升级修建。而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足以动摇切萨雷父子在罗马的根基。于是艾吉奥在一场宴会中除掉了一个叫银行家的人，切断了切萨雷的经济来源，然后调转枪头，联合巴托洛缪的佣兵工会，击溃了支持切萨雷的法国盟友。就这样，在艾吉奥的不断努力下，刺客兄弟会的规模逐渐成型，所有的刺客们都来到了台伯岛的据点。克劳迪亚也在与圣殿骑士的斗争中证明自己，并正式成为了一名刺客。艾吉奥则通过重建兄弟会，展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在马基亚维利的推举下，艾吉奥成为了意大利的刺客领袖。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杀掉切萨雷父子，彻底解决圣殿骑士在意大利的统治。于是艾吉奥再一次潜入圣天使堡，并亲眼目睹了一场父慈子孝的场面。切萨雷因为自己筹划已久的资金和军队土崩瓦解，于是想要向自己的父亲波吉亚要钱，但是波吉亚早就已经不满这个逆子的行为，于是早就在切萨雷吃的苹果里面下了毒。关键时刻，卢克西亚闯了进来，并揭发了父亲波吉亚，毕竟年少气盛叛逆了一点，于是愤怒的切萨雷亲手杀死了波吉亚。又见卢克西亚提到了金苹果的下落，随即又将愤怒转移到了自己的妹妹身上。 Where is the apple? Tell me! Tell me! 在得知了金苹果的具体位置以后，切萨雷赶紧离开了现场，艾吉奥则随后赶到。他在伤心欲绝的卢克西亚口中知道了金苹果所处的位置，随即艾吉奥和切萨雷一前一后朝着金苹果所在的圣彼得大教堂赶去。好在艾吉奥先一步取回了金苹果，随后大批的圣殿骑士赶到，手握神器的艾吉奥轻松就将之击溃。如今的切萨雷已经是强弩之末，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艾吉奥集结了兄弟会所有的力量，与切萨雷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就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新任教皇派法比欧逮捕了切萨雷，至此波吉亚家族在罗马的势力彻底土崩瓦解。但是艾吉奥始终无法安心，于是在达芬奇的建议下，他使用了金苹果，竟然发现切萨雷已经越狱逃走。于是艾吉奥几经辗转，终于在重整旗鼓的切萨雷率军围攻维亚纳的时候，在混乱的战场上抓住了切萨雷。但此时这个逆子还叫嚣人类无法杀死他，行，那就让牛顿来决定吧。于是艾吉奥直接把切萨雷从城墙上扔了下去。在牛顿带走切萨雷以后，艾吉奥深知金苹果的力量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于是他将金苹果放回了罗马竞技场地下的先行者神殿之中。如今身为意大利刺客领袖的艾吉奥，深知自己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几年之后，艾吉奥为了找到父亲，穷尽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充满智慧的圣地。年过半百的艾吉奥踏上了前往传奇刺客大师阿泰尔·伊本·拉阿哈德的故乡马斯亚夫。在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航行之后，他终于来到了马斯亚夫。可是这里早在300年前就已经不属于刺客了，迎接他的则是拜占庭的圣殿骑士。而在战斗中，那一抹阿泰尔的身影让艾吉奥短暂的失神，导致他被圣殿骑士抓获。如今的艾吉奥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很快就伺机逃脱。准备离开城堡的时候，艾吉奥通过一名劳工的口中得知，圣殿骑士正在寻找5把阿泰尔留下的钥匙，用来打开马斯亚夫城堡下的秘密图书馆。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艾吉奥刺杀了这位拜占庭的圣殿骑士队长，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本尼可罗波罗的日记，而这本日记上标注了钥匙所在的地点。但此时圣殿骑士通过日记已经找到了其中1把钥匙，为了赶在圣殿骑士之前找到另外4把钥匙，艾吉奥就必须前往世界的十字路口君士坦丁堡，因为早在300年前尼可罗波罗就将钥匙带去了那里。经过了又一段时间的航行，艾吉奥来到了君士坦丁堡，期间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年轻人跟他非常的投缘，两人很是聊得来。在下船以后，迎接艾吉奥的则是君士坦丁堡的刺客导师约瑟夫。约瑟夫带着艾吉奥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并教会他使用钩爪以及研制新型的炸弹。既然这里有刺客，那自然也免不了有圣殿骑士。于是艾吉奥帮助当地的刺客兄弟会不断打击圣殿骑士的势力，但找到5把钥匙才是当务之急。而尼可罗波罗曾经的旧贸易站可能有着一些线索。当艾吉奥来到贸易站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家书店，店主名叫索菲亚，是一位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一番寻找过后，艾吉奥在索菲亚惊讶的目光下打开了通往钥匙所在的暗门。索菲亚身上的独特气质显然吸引到了艾吉奥，临走前他也不忘展现一下自己的撩妹技巧。Who are you, Messere? Only the most interesting man in your life.
通过书店中的地下密室，艾吉奥找到了第一枚阿泰尔留下的钥匙。钥匙不但能打开秘密图书馆，还能读取到阿泰尔保留在其中的记忆。当艾吉奥拿出钥匙和地图的时候，里面蕴藏的信息和一些罕见的书籍，让索菲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答应帮助艾吉奥破解地图上剩下的钥匙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在索菲亚和艾吉奥的配合下，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其余的钥匙，唯独剩下最后的那一把被圣殿骑士找到的钥匙。两人的感情也在这期间不断的升温。艾吉奥甚至还遇见了一个老熟人，这个人正是多年以前自己那个出轨的妹夫。他死心不改，还妄图骚扰索菲亚。当他看到艾吉奥以后，瞬间破防，立马识相的逃走了。另一边，艾吉奥也参与到了圣殿骑士与刺客的斗争中。因为君士坦丁堡正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但奥斯曼帝国的大皇子和二皇子为了苏丹的位置勾心斗角，而这场王权的斗争幕后似乎有着圣殿骑士的参与。正好约瑟夫收到消息，在当晚的宴会上有人会刺杀大皇子的儿子，为此艾吉奥不顾形象，假扮成吟游诗人混进了宴会，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的保护了苏莱曼。而这位皇孙恰好就是之前跟艾吉奥非常投缘的那个年轻人。于是苏莱曼希望艾吉奥能够帮他调查这次阴谋背后的真相。在艾吉奥的追查之下，竟然发现幕后的黑手正是拜占庭的皇室后裔曼纽尔所策划。他在暗地里甚至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想要趁此机会反奥复败。而这个曼纽尔还是圣殿骑士的首领。最后艾吉奥成功的阻止了这场阴谋，并刺杀了曼纽尔，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最后一把钥匙。可这时奥斯曼帝国的二皇子突然出现，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圣殿骑士首领。之前刺杀苏莱曼的阴谋也是二皇子授意拜占庭的人做的，他甚至想要以索菲亚的性命作为威胁，来换取艾吉奥手中的钥匙，这让艾吉奥愤怒不已。于是他一路在敌人的围剿之下，杀回了索菲亚所在的书店。书店里一片狼藉，君士坦丁堡的刺客导师约瑟夫则在拼尽全力保护索菲亚的时候牺牲了。刺客兄弟的死亡和爱人的失踪，让艾吉奥从未如此的愤怒。于是他召集了君士坦丁堡所有的刺客，要让二皇子知道招惹刺客意味着什么。当他带着大批刺客再次与二皇子对峙的时候，二皇子又再次以索菲亚作为威胁。无奈之下，艾吉奥只能把钥匙交给了二皇子。不过二皇子显然不想就这样放过索菲亚。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艾吉奥及时赶到，救下了即将被绞死的索菲亚。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让二皇子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艾吉奥立马坐上马车，全力的追赶二皇子。在经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马车追逐战过后，艾吉奥成功的夺回了钥匙，并抓到了二皇子。但就在这时，大皇子率军赶到，得知真相的大皇子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二皇子推下了悬崖。随后他又转头对艾吉奥说，要不是他儿子苏莱曼对艾吉奥美言相劝，早就当场格杀勿论了。艾吉奥听到以后差点没忍住，幸好索菲亚及时制止。这件事情过后，艾吉奥终于得以带着5把钥匙与索菲亚一起回到了马斯亚夫，并顺利的打开了藏在地下的秘密图书馆，成功的读取到了阿泰尔全部的记忆，看到了这位传奇刺客大师的一生。阿泰尔·伊本·拉阿哈德是一名自幼在马斯亚夫城堡长大的刺客，因为从小就被训练过刺杀技巧，再加上他过人的天赋，仅仅26岁，阿泰尔就成为了一名刺客大师。但正是这份荣誉，让他一次在寻找金苹果的任务当中，违背了刺客组织的3大原则：其一，他杀死了无辜的平民；其二，他贸然行动下导致同伴一死一伤，最后还是同伴拼死拿到了金苹果；其三，因为暴露了刺客身份，导致圣殿骑士围攻了刺客堡垒，让刺客组织陷入了危险之中。于是阿泰尔的导师阿尔莫林撤回了他刺客大师的身份，让他再一次从零开始。而想要恢复刺客大师的身份以及赎清身上的罪孽，阿泰尔就必须刺杀掉一份名单上的9名圣殿骑士。在经过了漫长的刺杀和磨练以后，阿泰尔终于杀死了名单上最后一位圣殿骑士罗贝尔。但就在罗贝尔死前，他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阿泰尔的导师阿尔莫林正是圣殿骑士的一员，他只是想借阿泰尔的手来杀掉知情的圣殿骑士，从而独占金苹果的力量。于是阿泰尔回到刺客堡垒，在已经被洗脑的刺客们的追杀下，来到了阿尔莫林的面前，并靠着强大的意志抵御住了金苹果的力量。最后阿泰尔用袖剑结束了导师阿尔莫林的生命。为了确保阿尔莫林不再能够影响其他人，阿泰尔不顾其余刺客的反对和不解，当众火化了阿尔莫林。而所有人当中最不满的就属一名叫阿巴斯的刺客，他本身就讨厌阿泰尔，于是借这个机会污蔑阿泰尔，并趁机抢到了金苹果。很快得意忘形的阿巴斯遭到了金苹果的反噬，好在阿泰尔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手中的金苹果，不知道其中的力量是给他们带来知识还是毁灭。37年过后，63岁的阿泰尔和自己的妻子玛利亚从对抗蒙古人入侵的前线回到了马斯亚夫，可是这里已经被阿巴斯彻底掌控。阿巴斯甚至以阿泰尔的名义处死了他的小儿子塞夫，并且阿巴斯还嘲讽道，塞夫一直到死都认为是自己的父亲背叛了他。阿泰尔愤怒到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使用了金苹果，却导致想要来阻止的妻子玛利亚被杀。妻
妻子临终前还在极力的劝阻阿泰尔不要失去理智。于是冷静下来的阿泰尔立马带着自己的大儿子达利姆逃走。在这期间，阿巴斯还四处宣扬阿泰尔是刺客组织的叛徒。20年后，已经82岁高龄的阿泰尔带着儿子再一次回到了马斯亚夫。在这20年的时间里，被阿巴斯统治下的刺客们早已经看穿了他的真面目。重回故土的阿泰尔带着大批尊敬他的刺客走进了马斯亚夫的城堡，看着眼前还在执迷不悟的阿巴斯，阿泰尔直接用袖枪结束了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仇恨。10年过后，台北之年的阿泰尔将自己的笔记以及封印着他记忆的5把钥匙交给了尼可罗波罗。这本笔记也被尼可罗波罗在之后带到了意大利，最后被艾吉奥的父亲得到。做完这一切，阿泰尔独自一人带着金苹果留在了马斯亚夫地下的秘密图书馆之中，静待自己的死亡。艾吉奥看着眼前这位充满传奇一生的阿泰尔，心中感慨不已。而就在此时，两位传奇刺客大师完成了时隔数百年的一次会面。随后，艾吉奥来到了金苹果的面前，但是他却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这一生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了。在完成了这些事情过后，艾吉奥带着索菲亚在意大利定居生子，并且不再涉及刺客和圣殿骑士之间的斗争。他不想再因为这些争端而失去自己的家人了。故事的最后，65岁白发苍苍的艾吉奥·奥迪托雷坐在了曾经处死过自己家人的广场之上，在生命即将到达尽头的最后一刻，眼前这位年轻的刺客向他点了点头，这是代表这位年轻的刺客向一代传奇刺客导师的致敬，也是肯定他这一生为刺客组织所做的贡献。这些付出已经让刺客组织在意大利生根发芽。艾吉奥笑了，他转头看了看自己现在的家人，欣慰地逝去了一代伟大的传奇刺客导师，生命就此到达尽头。从09年《刺客信条2》发售至今，近14年的时间，狂魔认识并了解到了艾吉奥的一生。他对我的意义不像是一个游戏角色，而是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老友。看到他为自己的家人被杀失去理智而感到愤怒，看到他见到美女就去搭讪而调侃，看到他重振兄弟会而激动，看到他与阿泰尔会面不由得唏嘘。从看到他出生到死去，这位老友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故事。如果能见到他，我真的很想抱一抱他，告诉他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我的老朋友埃吉奥·奥迪托雷。刺客信条系列最具特色的就是一名海盗出身的刺客，只要是被他劫掠的船只，无一不是对方船长被他刺杀，导致船员纷纷举手投降。上天入地寒鸦号的恶名响彻了整片加勒比海域，就连黑胡子萨奇等人也要纷纷与他一起建立海盗共和国。大家好，我是修片狂魔，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刺客信条4黑旗爱德华·肯威。17世纪是海盗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导致两国颁发了允许民间掠夺对方国家船只的许可，于是便有了海盗的前身撕掠者。而当时家境贫寒的爱德华则娶了一位富家千金，但他却整天无所事事，嗜酒如命。他的行为让老丈人失望透顶，妻子的不离不弃终于让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了。于是爱德华准备去做一名撕掠者，他穷怕了，他下定决心要挣够自己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妻子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 All right, no more than 2. Promise me. 就这样，爱德华成为了一名英国的撕掠者。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英西两国就结束了战争，爱德华就只能做起了一名海盗船员。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他们一次抢劫过路商船的时候，商船上一名叫邓肯的刺客干净利落地结果了爱德华的船长，紧接着就是船舱剧烈的爆炸，只有肯威和那名叫邓肯的刺客存活了下来。重伤的邓肯只能暂时服软，他愿意支付巨额的酬金，让爱德华护送他去古巴的哈瓦那。爱德华本就心地善良，于是爽快地送了邓肯最后一程，并穿上了他的刺客长袍。爱德华决定亲自去完成他的任务。在邓肯留下的遗物中，他发现了一封信和一块水晶，以及标注了刺客据点的地图。而信中的内容则是圣殿骑士最高大师托雷斯愿意出丰厚的报酬来换取邓肯身上的水晶。见钱眼开的邓肯立马就背叛了刺客，准备去投靠圣殿骑士。恰好托雷斯并没有见过邓肯的样貌，可谁也没料到这种好事竟被转运的爱德华给遇到了。而在岛屿的另一边，一个叫邦尼特的小胖子商人被英军当成海盗抓了起来，于是爱德华以邓肯的名义救下了他，并和他一起结伴前往哈瓦那。到达哈瓦那以后，爱德华觉得自己还挺喜欢这个小胖子的，于是他将自己的真名告诉了邦尼特。之后爱德华前往了哈瓦那的总督府，在这里他结识了巴哈马总督罗杰斯以及法国军火商迪卡斯。在将水晶和地图交给托雷斯以后，爱德华发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圣殿骑士。随后托雷斯便说起了接下来的计划，他们要寻找西印度群岛上一座观测所，观测所里有着一个能够监控全世界的仪器，但这个设备的具体位置只有一个名叫圣者的人知道，并且圣殿骑士此时已经抓到了圣者，决定将他带回总督府。就在第二天，爱德华与巴哈马总督罗杰斯准备结伴前去迎接圣者的时候，小胖子邦尼特突然杀了出来。
好在爱德华及时圆了过去，在和其余的圣殿骑士会合以后，众人终于见到了眼前这个长得像德莱文的圣者。将圣者带回总督府以后，爱德华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足足高达100英镑，也就是差不多800块人民币，拿命跑了几百公里。结果没想到圣殿骑士竟然这么抠门，只想搞钱的爱德华退一步越想越气，于是他将主意打到了之前提到的观测所上，只要能够将里面的仪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那么他就能获得一大笔财富。趁着夜色，爱德华潜入了关押圣者的地方，想从他口中逼问出线索，可是爱德华却来晚了一步，圣者已经先一步逃跑。闻讯赶来的托雷斯将爱德华当场抓获，之后成为了阶下囚的爱德华，在一艘前往伦敦监狱的船上结识了一名叫阿德瓦勒的狱友，两人齐心协力成功越狱。爱德华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转运，他们解救了一大批犯人，抢了一艘帆船，通过海上风暴成功逃离了追捕。爱德华顺理成章成为了船长，并将这艘船命名为寒鸦号。阿德瓦勒则成为了大副。见事业开始有了起色，爱德华驾驶着自己的寒鸦号前往了海盗聚集地拿骚，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好友黑胡子萨奇、英国海盗本杰明霍尼格尔德以及詹姆斯基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抢劫过往的船只，每天饮酒作乐。为了继续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以拿骚为据点建立了海盗共和国，海盗们也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然而做海盗始终不能满足爱德华想挣到巨额财富的欲望，他实在穷怕了，终日惦记着观测所里面的仪器。但黑胡子萨奇等人只觉得这种想法像童话故事一样不切实际，于是爱德华决定不带这些没格局的人一起玩。但詹姆斯基德似乎知道一些线索，在基德的带领下，二人来到了一处小岛。在小岛的密林中，爱德华用自己的天赋解开了谜题，仿佛像是完成了某种试炼一般。随后基德指引爱德华前往墨西哥的图鲁姆，可就在到达以后，爱德华发现这里竟然是刺客兄弟会的总部。基德也正是一名刺客，而刺客导师阿塔拜也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了这里。因为爱德华将标注了刺客据点的地图出卖给了圣殿骑士的人，他的这种行为让阿塔拜非常的愤怒，但爱德华却满脑子都是钱，根本不会觉得自己良心过不去。好在基德声称爱德华有极高的刺客天赋，才勉强保住了他一命。随后基德带着爱德华进入了图鲁姆的神殿之中，在神殿里他们发现了其中存在了几百年的圣者雕像，竟然跟爱德华之前见过的圣者一模一样。见到这一幕，爱德华更加确信了观测所的存在。当他们从神殿出来以后，发现圣殿骑士正在袭击刺客据点，于是爱德华出手帮助了刺客们。阿塔拜对此十分感激，可以不再追究爱德华的过错，但也表示图鲁姆不再欢迎他。爱德华回到拿骚，又迎接了两位前来投靠的大海盗查尔斯·维恩和杰克·拉克姆，两人为爱德华提供了之前那个圣殿骑士首领托雷斯所在的堡垒位置。为了知道圣者的下落，爱德华袭击了圣殿骑士的堡垒，闯进了托雷斯所在的会议室，硬生生逼着他说出了圣者的下落。在经过了又一番调查过后，爱德华找到了圣者，可是狡猾的圣者借着惊动守卫的机会再一次逃脱。而在期间，詹姆斯基德竟然对爱德华坦白了自己其实是个女人，她的真名其实叫玛丽。然而不久后，海盗共和国的情况急转直下，拿骚爆发了瘟疫，没有充足的药物和医护，对于这个小地方而言就是一场灾难。一众海盗头子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打捞沉没的西班牙舰队船只，发现药品已经变质，攻击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一无所获，甚至绑架了查尔斯顿的平民，威胁英国政府给出药品。没想到英国政府直接无视了这些平民的生死，最后还是爱德华拼了命才搞到了2项药品。黑胡子萨奇意识到了海盗共和国的灭亡在所难免，于是萨奇决定退休了。他只想自己在50岁之前能够安享晚年，并表示自己跟爱德华还会再见的，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地狱。而小胖子邦尼特本来是跟着萨奇的，但萨奇嫌他太菜，不愿意带他玩，于是邦尼特搞了一艘船，独自去做起了一名绅士海盗。当爱德华返回拿骚以后，英军上将张伯伦与巴哈马总督罗杰斯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这片海盗乐园，他们发布通告，只要愿意投降的海盗就能获得赦免。于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海盗便是本杰明霍尼格尔德。爱德华自然不会让自己的海盗生涯就这样结束，于是他与新加入的维恩和拉克姆硬生生用火船冲开了英军的封锁，逃到了大伊纳瓜岛。在遭遇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后，爱德华觉得不能没有黑胡子萨奇，于是他前往了萨奇退休的岛屿。萨奇见爱德华还在寻找圣者，于是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那个圣者应该就在一艘叫公主号的奴隶船上工作。说完，萨奇便让爱德华不要急着离开，要好好的为他这次的退休庆祝一番。但一旁一个行踪可疑的人引起了爱德华的注意，他悄悄跟在这个人身后，竟然发现是英军的密探。随着密探的信号，英国海军开始了围剿萨奇的舰队。爱德华赶紧回到寒鸦号，帮助萨奇抵抗英军的进攻。可是萨奇的船员们已经喝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参与战斗。爱德华拼了命地冲到萨奇的战舰上，但此时身受重伤的萨奇已经无力回天，爱德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黑胡子萨奇战死。In a world without gold, we might have been heroes!
内心受到沉重打击的爱德华回到寒鸦号，唯一能做的只有逃命，而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海盗共和国也随着萨奇的死彻底覆灭。爱德华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寻找观测所上，于是他和维恩以及拉克姆寻找起了公主号的下落。但就在途中，拉克姆竟然在寒鸦号上发动了叛乱，他准备将大副阿德瓦勒当奴隶卖掉。爱德华和维恩两人则被流放到了孤岛。经过了这次沉重的打击，维恩心态爆炸，彻底疯掉了。等待几个月以后，爱德华留下维恩在孤岛，自己坐上一艘过往的商船，回到了大伊那瓜岛上。幸好有玛丽的帮助，不但抓到了背叛他们的拉克姆，还救回了阿德瓦勒。重新掌控寒鸦号的爱德华始终放不下圣者的线索，他再次经过一番调查，跟着线索来到了普林西比。而此时圣殿骑士已经先一步俘获了公主号。爱德华见到了圣者，他决定和圣者一起先解决圣殿骑士的人再说。于是爱德华救出了公主号的船员，杀掉了圣殿骑士队长。圣者趁这个机会组建了自己的海盗团，见爱德华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就对他说出了自己名叫罗伯茨，也愿意带着爱德华前去寻找观测所。在路上，他们发现之前向英国投降的本杰明正在一路尾随，爱德华自然不会放过杀掉叛徒的机会，于是独自一人去刺杀了本杰明。做完善后工作，众人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副阿德瓦勒留在寒鸦号上，爱德华则与罗伯茨来到了观测所的大门前。而这位圣者在达成目的以后，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跟随自己的部下，只带上爱德华来到了其内部。终于在罗伯茨将仪器启动以后，能够实时监控的画面呈现在了二人的眼前，只需要一滴某人的鲜血便能看到他的一举一动。可没想到的是，罗伯茨趁着爱德华分心，将他推到了高台之下，自己则带着仪器逃走。就在逃出升天的爱德华准备去找罗伯茨算账的时候，却不慎受到了重伤。察觉到不对的阿德瓦勒也早就带着船员离开了这里。罗伯茨轻松就将爱德华俘虏，并把他卖给了英国殖民者来换取赏金。而在囚禁的过程中，爱德华见到了曾经在拿骚的好友玛丽和安妮，但此时他们正在接受死刑宣判。好在两人已经怀孕，孕妇是不能被判死刑的，于是二人被暂时收监。经过了几个月的牢狱生涯，刺客导师阿塔拜前来营救玛丽，顺带也救下了爱德华。爱德华也返回监狱，前去营救玛丽和安妮。路上他还遇见了之前被留在孤岛的维恩。当他见到玛丽的时候，因为在监狱里恶劣的环境，玛丽在生下孩子以后身患重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里。玛丽临死前还在劝告爱德华，让他看清自己盲目追求金钱带来的后果。而爱德华也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个曾经在拿骚一起建立海盗共和国的挚友。临近崩溃的爱德华抱着玛丽的尸体来到了阿塔拜的面前，阿塔拜也将刺客服和装备还给了爱德华。老朋友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自己，爱德华内心也彻底崩溃，开始终日借酒消愁，仿佛又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渐渐的，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仿佛是见到了船长的改变。大副阿德瓦勒出现在了爱德华的面前，阿德瓦勒表示自己已经加入了刺客兄弟会，他希望爱德华能够前往图鲁姆的刺客据点，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经过了萨奇与玛丽的死，爱德华彻底醒悟，他来到了阿塔拜的面前，深刻的反省了自己。而这位刺客导师也给了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之后与爱德华一起逃出监狱的安妮接管了阿德瓦勒的寒鸦号大副位置，爱德华也开始了自己赎罪的道路。他前往金士顿，伪装成意大利指挥官，在一场宴会上刺杀了巴哈马总督罗杰斯，随后不远千里成功追杀罗伯茨，拿回了仪器，并再次回到观测所，发现圣殿骑士首领托雷斯正在这里。于是爱德华从高空跳下，将之刺杀。最后在众人的见证下，阿塔拜将仪器重新放回了观测台，未来刺客们也会封锁这个地方，直到另外一个圣者出现为止。在完成这一切后，爱德华觉得自己是时候回到家乡与妻子重逢了。可是阿塔拜给了爱德华1周前从英格兰寄来的信件，原来妻子已经在2年前因病离世。爱德华在离家之前，妻子就已经怀上了他的女儿珍妮佛，而女儿也正在来的路上。离家此时已经10年的爱德华肯卫，因为过于执着的追求金钱，一路上都在不停的失去，最后醒悟的时候，却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自己在乎的人。或许正如小胖子临走前所说的那样，你对我付出的诚挚友谊，是我在这片大海上所发掘到最珍贵的财富，比起黄金、白银、朗姆酒都来得珍贵。可惜当时被金钱欲望所蒙蔽的爱德华，并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含义。人的一生是不断成长和失去的过程，在路上发现你想要的，便想尽办法去得到。可生活总归是有定数的，有取必有舍，它就像一座天平。当你盲目追寻某种事物的时候，往往你忽略掉的东西也会离你而去。而在成长的道路上，掌握这种平衡，或许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吧。故事的结尾，爱德华结束了自己的海盗生涯，并有了儿子海尔森，但爱德华却在之后被一伙圣殿骑士假扮的盗贼闯入家中杀害，而海尔森则被爱德华的好友伯奇救走。但伯奇是一位圣殿骑士，所以才会发生《刺客信条3》的故事。谢伊·寇马克出生在1731年的纽约，母亲在生下谢伊以后就去世了，而父亲因为有一艘商船需要经常出海经商，谢伊就只能被他婶婶抚养长大。从小他就喜欢惹祸上身，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小连恩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可是命运总是那么残酷，在谢伊的父亲一次出海的时候，因为一场风暴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于是年仅16岁的谢伊就只能回到纽约，每天混迹街头。这时发小连恩找到了谢伊，让他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几年过后，连恩把谢伊介绍给了北美刺客兄弟会导师阿基里斯，也就是康纳肯威的师傅。不久后，谢伊加入了刺客兄弟会，并
在1752年执行了北大西洋梅尼耶港的任务。在跟发小连恩碰头以后，他们找到了兽爵骑士维伦德里，因为兽爵骑士本就看不起谢伊，再加上他们的走私船遭到了英国海军的阻拦，于是他将怒火发泄在谢伊的身上。好在连恩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剧。之后谢伊潜入英军的营地，解救了走私者，顺带俘获了一艘战船，谢伊便将其取名为莫林根号。在完成任务以后，谢伊和连恩驾驶着莫林根号回到了北美洲殖民地的达文波特庄园，而这时的达文波特庄园还有着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刺客们都在这里接受训练。连恩负责教授谢伊使用枪械，霍普教授他潜行暗杀，肯瑟·苟沃斯教他狩猎。刺客导师阿基里斯非常看好谢伊的天赋，于是为他介绍了一位传奇刺客大师阿德瓦勒，正是曾经那位寒鸦号的大副。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谢伊得知原来圣殿骑士偷走了记载先祖智慧的密文，以及能够解读密文的先行者之盒，谁拥有了这2件神器，谁就能进入先行者神殿，获得其中的力量。所以刺客们必须夺回这2件神器，而这项拯救世界的任务也落在了谢伊的身上。于是谢伊和连恩启程前往了安第斯科地岛，见到了兽爵骑士的线人雷切希尔。根据雷切希尔提供的线索，神器就在圣殿骑士劳伦斯·华盛顿的身上，这个人正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哥哥。知道目标以后，谢伊前往弗吉尼亚，在华盛顿兄弟的家族庄园内发现了劳伦斯，但劳伦斯此时已经患上了肺痨，就算什么都不做，他也已经时日无多。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谢伊还是干净利落地刺杀了劳伦斯，但2件神器也早已经被劳伦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几个月后，谢伊再次通过雷切希尔提供的情报，在海上截获了载有先行者之盒的战船，成功拿回了其中1件神器。不久后，谢伊找到了带着密文的人，顺利取得了2件神器。为了解开神器中的秘密，谢伊与霍普2人冒充圣殿骑士，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就是100美元上面的那个人。在未来，富兰克林也还会结识康纳，于是本杰明利用避雷针引导闪电，成功激活了先行者之盒，一副包含了全球的全息地图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谢伊记住了其中一处地址，正是葡萄牙的里斯本。因为熟悉葡萄牙的地理环境，兄弟会就派遣谢伊来完成此次寻找伊甸碎片的任务。然而当他顺利的找到了神器以后，却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而这就是移动了伊甸碎片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里的伊甸碎片不像是金苹果一样能够获得力量的神器，而是稳定地壳防止地震的装置。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刺客在海地太子港同样引发了地震。内心对组织信念产生动摇的谢伊回到达文波特庄园，情绪激动地指责起了阿基里斯，并让他停止这种行为。可阿基里斯根本不在乎这一点，甚至觉得谢伊的行为冒犯了他。在庄园外思考了一夜的谢伊决定阻止刺客们的计划，他已经不想再为这个对无辜者丧命都无动于衷的组织效忠了。于是谢伊潜入庄园，想要偷取密函，防止刺客兄弟会再让其他城市遭受无妄之灾。可谢伊却被阿基里斯发现，无奈之下谢伊只能逃走，但他又怎么可能逃得过刺客们的追杀？在逃到悬崖边那一刻，他决定跳入大海听天由命，但兽爵骑士却在暗中开枪，谢伊就这样跌入了大海之中，密函也被海水冲走。刺客们也以为谢伊不可能活下来。当谢伊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纽约，并被一对老夫妇救了下来。恰好这时当地的黑帮前来骚扰，谢伊出手打跑了混混，于是热心的老夫妇将自己死去儿子的长袍送给了谢伊。在痊愈以后，一位叫门罗的英军上校找到了谢伊，这位英军上校正是那对老夫妇死去儿子的上司。门罗希望谢伊能够铲除当地的黑帮，顺带救一下他的同伴吉斯特。看在老夫妇的面子上，谢伊救下了吉斯特。恰好莫林根号也正停在纽约的港口，于是谢伊将自己的战船夺回，吉斯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莫林根号的大副。在这之后，谢伊帮助门罗完成了许多任务，期间门罗对谢伊可谓是无比的信任和尊重，两人也是非常聊得来。在一次帮助门罗占领法国要塞的时候，竟然意外发现曾经为刺客们提供情报的雷切希尔。为了不让刺客兄弟会发现自己还活着，谢伊就只能杀掉了他。在雷切希尔的口中得知，刺客们正准备用毒气袭击驻守纽约的英军。为了制止这种行为，谢伊回到纽约，帮助英军摧毁了大批制造毒气的设备。而谢伊的表现也让门罗将他当成了圣殿骑士候选人在培养。于是门罗将之前丢失的密函还给了谢伊，并表达了想让他加入圣殿骑士的心意。谢伊也觉得圣殿骑士的教义反而更适合现在的自己。之后他再次启程，前往奥尔巴尼的一处堡垒，帮助门罗反抗当地的法国军队。而教授谢伊狩猎技巧的肯瑟·苟沃斯想要帮助法军刺杀门罗。在他们逃跑的过程中，谢伊引爆了火药桶，将肯瑟毁容。在之后的时间里，谢伊在各处解救了被法国挟持的原住民。在一次抵抗法军进攻的时候，谢伊再次遇见肯瑟。这一次肯瑟没有那么幸运了，没想到肯瑟临死前竟然说谢伊的发小连恩已经在趁他分心的机会，正在前往刺杀门罗的路上。当谢伊马不停蹄赶到的时候，门罗已经遭到了致命伤，就连密函也被连恩夺走。谢伊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救过他的恩人死在了自己的面前。门罗临死前将自己佩戴的圣殿骑士指环交给了谢伊，一边是自己昔日的发小，一边是自己的恩人。如果说谢伊之前出手念及旧情的话，那么门罗的死就彻底让这个男人下定决心猎杀自己昔日的同门。不久后，圣殿骑士殖民地分册最高大师海尔森·肯威主持了谢伊的入会仪式，至此谢伊正式加入圣殿骑士。1758年，谢伊在协助英军
作战时，发现传奇刺客阿德瓦勒也在帮助法军作战。谢伊本不想与阿德瓦勒作对，因为阿德瓦勒解放了大量的黑奴，为许多无辜之人做出了贡献，但始终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阿德瓦勒必须死。谢伊在海战中重创了他的战舰，一路追上陆地将之刺杀。在阿德瓦勒临死前，谢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阿德瓦勒只觉得谢伊是刺客兄弟会的叛徒，并诅咒他这种叛徒将会下地狱，但谢伊并不觉得后悔，就算下地狱他也会挺直腰杆走进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错。1年后，谢伊再次前往纽约，潜入了霍普所在的庄园，亲眼目睹了他和连恩重现富兰克林的实验。途中谢伊不慎被霍普发现，在一段漫长的追逐过后，谢伊果断地杀掉了曾经教导过自己暗杀技巧的霍普。霍普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只是感叹谢伊加入圣殿骑士完全是浪费了自己的天赋。随后谢伊前往北大西洋，找到了曾经看不起自己的兽爵骑士。在经过一番惨烈的海战过后，谢伊成功地刺杀了兽爵骑士，而此时阿基里斯和连恩已经前往北极去寻找伊甸碎片所在的先行者神殿。再次经过近1年的旅程，谢伊与海尔森前往北极。在先行者神殿中，他们找到了阿基里斯和连恩。此时的阿基里斯已经开始发现自己盲目追求这个所谓的神器是错误的，但是连恩在见到谢伊以后，始终觉得谢伊是个叛徒，想要立马清理门户。阿基里斯想要阻止，却不慎碰倒了伊甸碎片，一场大地震在所难免。众人立马向着神殿外逃去。即将到达出口的时候，谢伊与昔日的发小连恩互相搏命，最后二人因为倒塌的悬崖向下跌落，谢伊掉在了柔软的雪地捡回一命，连恩则掉落在坚硬的冰面上。奄奄一息的连恩始终对发小的背叛耿耿于怀。谢伊说自己是为了拯救世界，但连恩却只是不屑地说道，希望你和圣殿骑士拯救的世界不是邪恶的。而另一边的阿基里斯也早已经败在了海尔森的手里，好在谢伊及时赶到阻止了海尔森，因为阿基里斯已经意识到先行者神殿之中的伊甸碎片不是什么可以获得力量的神器，如果他死了，其他的刺客还是会盲目的寻找神殿。海尔森勉强同意了谢伊的说法，为了确保阿基里斯不再构成威胁，海尔森开枪打断了他的腿。现在殖民地的圣殿骑士也已经开始彻底清剿北美刺客兄弟会。海尔森希望谢伊能够继续寻找先行者之河，因为在之前先行者之河已经被兽爵骑士带出了殖民地，现在完全不知道具体位置，所以谢伊想要找到先行者之河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1776年，法国巴黎，谢伊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带领下进入了凡尔赛宫，而谢伊这次的目标正是一名法国刺客查尔斯·多里安。先行者之河此时就在他的身上。在凡尔赛宫里，谢伊见到了未来那个号称烟中恶鬼物理学家的亚诺·多里安以及爱丽丝·德拉塞尔。最后谢伊干净利落地刺杀查尔斯，成功拿回了先行者之河。在谢伊看来，虽然他背叛了刺客，但他可以称得上一位真正的刺客。他始终坚持着万物皆虚，万事皆允。万物皆虚对谢伊来说，他的名声、以前的同伴、导师都是虚的，贯彻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万事皆允在谢伊看来，没有什么比无辜之人的性命更为重要，所以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阻止伊甸神器再次引发大地震。哪怕作为一名圣殿骑士，一个举止文雅、风度翩翩的男人走进了一所歌剧院之中，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一路沿着剧院的墙壁攀爬，进入了一间贵宾的包厢之中。坐在这个贵宾的身后，袖剑从手腕弹出，刺入心脏，从目标身上拿走项链，起身离开，一气呵成。寻找撤退路线的时候，还不忘彬彬有礼的给女士让路，走出剧院，坐上马车，潇洒离去。而这个人正是康纳的父亲海尔森，只不过现在康纳还没有出生。海尔森回到组织据点，根据一本书上得知，项链正是可以打开一所前人所建宝库大门的钥匙，而宝库就在北美殖民地。无论这里有什么，对组织来说将会有巨大的意义。随后海尔森拿到了一份名单，名单上面这些人会帮助他达成目的。随后海尔森便启程前往了北美洲殖民地波士顿。到达波士顿以后，迎接他的是名单上其中一个叫查尔斯·李的人。之后他在查尔斯的帮助下，将名单上剩下的4个人找到。在寻找宝库的过程当中，海尔森偶然救了一群当地的土著莫霍克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尼耶的女人。海尔森感觉他应该知道有关宝库的秘密，于是他帮助卡尼耶杀掉了赶走他族人的英国军队首领，并成功得到卡尼耶和他族人的信任。于是他带着海尔森来到了宝库大门前，可是手里的钥匙根本打不开面前这扇大门。就在海尔森特别焦虑的时候，卡尼耶独特的气质吸引到了他，两人很快就欢喜了起来。既然宝库没有办法打开，海尔森索性离开了卡尼耶，回到波士顿，开始把重心放在了建设组织上面。在这期间，查尔斯表现出了他对组织的忠诚，成功的获得了海尔森的青睐，如愿以偿的加入了圣殿骑士。没错，康纳的父亲正是一名圣殿骑士。之后卡尼耶便怀上了康纳，为了更好的让儿子融入部落，卡尼耶给他取名拉通哈给顿。在康纳4岁那年，和同村小孩玩捉迷藏的时候，他被几名圣殿骑士抓获，而抓他的人正是刚加入圣殿骑士的查尔斯。面对查尔斯恶毒的话语，康纳没有丝毫怯懦，而是将对查尔斯的仇恨记在了心里。随后他们将康纳打晕，当康纳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村庄几乎被大火焚烧殆尽，母亲卡尼耶也被倒塌的残骸压住。没有任何办法的康纳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葬身火海，而康纳断定造成这一切悲剧的一定是查尔斯一行人。转眼9年过去，13岁的康纳已经成长为莫霍克部族的一名战士。这些年因为欧洲殖民者在美
美洲的扩张，让他们部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康纳一直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在他的成人仪式上，部族长老向他解释了族人守护村子的使命，并且为康纳展示了村子世代供奉的圣物。接触到圣物的康纳见到了里面的先行者朱诺，朱诺告诉他，想要阻止那些正在侵略他们部族土地的人，并守护好自己的村子，他就必须要去寻找并加入刺客组织。于是年仅13岁的康纳踏上了变强的道路。他在长老的指引下来到了达文波特庄园，庄园里面只有一个名叫阿基里斯的瘸腿老爷子。康纳想请他训练自己，可阿基里斯根本不想搭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土著，于是他礼貌地请康纳离开。 Get the hell off my land! 无奈之下，康纳只能暂时住在庄园旁的马厩里面。恰好当天晚上，一伙盗猎者潜入了庄园，康纳自然仗义出手保护了庄园。经过这件事情，阿基里斯看到了康纳的勇气和毅力，于是索性就收了康纳这个不成器的徒弟。之后，阿基里斯对康纳讲述了刺客组织和圣殿骑士之间的争端，以及双方不同的信念，并给康纳展示了北美殖民地所有的圣殿骑士成员的信息，其中便有康纳的父亲海尔森以及他的手下查尔斯。只要杀掉以他父亲为首的圣殿骑士，就会破坏圣殿骑士通过控制英国侵略美洲殖民地的阴谋。康纳其实从小就知道海尔森是他的父亲，但他可不会对这个抛妻弃子的人有丝毫留情。于是康纳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在一次师徒二人去波士顿购买庄园所需材料的时候，为了方便康纳在殖民者的世界生存，于是阿基里斯将他拉通哈给顿这个名字改为康纳。恰好在一场反对高额税率的集会运动中，圣殿骑士也开始了自己的阴谋。随着查尔斯站在楼顶的一声枪响，被刺激到的英军立马朝着集会人群射击。站在高处本想着阻止圣殿骑士的康纳，也被海尔森指认成了开枪引发骚乱的罪魁祸首。这个时候，瘸腿的阿基里斯像是从来没瘸过一样，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他为康纳安排了一个叫萨缪尔·亚当斯的人，亚当斯帮助康纳逃离了追捕。一转眼又过去了3年，经过了长期的训练，康纳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刺客服，并正式加入了刺客兄弟会。不久后，他的发小戛纳多贡找到康纳求助，原来是有人想要强买部落的土地，而这个人正是海尔森的手下威廉·强森。族人的安危在康纳的心里大过于一切，于是康纳在出发之前直接把斧头砍在了庄园门口的石柱上面，因为在莫霍克部族开战的时候就会把斧头砍进木桩里，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把斧头取下来。阿基里斯听了之后大为震撼。You could have used a tree. 之后正式出山的康纳前往波士顿，找到了之前帮助过他的亚当斯。亚当斯告诉康纳，英军正在波士顿征收高额的赋税，搞得民众反抗情绪高涨。而之前那个要征收他们村子的威廉·强森还打算强行以高价格卖茶叶给亚当斯。正好威廉·强森有一批茶叶正在港口卸货，只要毁掉茶叶就能切断他们的财路。于是康纳与亚当斯还有抗议者组成的纠察队合作，将威廉船上的几百箱茶叶通通丢进了大海。事情过后，本来以为资金链已经断掉的威廉应该已经打算放弃购买村子的土地，可是他又一次卷土重来。为了对此事做出了结，康纳来到威廉的庄园，从高处跳下将之杀死，并从威廉身上找到了一封写给英军将领比凯恩的信。原来圣殿骑士计划帮助英国摧毁爱国者的武器与补给，一旦他们得逞，刺客组织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恰好这时因为之前康纳的英勇事迹，爱国者阵营的保罗·列维尔派人前来找康纳求援。为了阻止圣殿骑士的计划，康纳和列维尔四处奔走，提醒爱国者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英军。在康纳的参与下，莱克辛顿的枪声打响了。在抵御英军进攻的战斗中，康纳立下了大功。于是在1775年6月16日，他受邀参加了大陆会议。大会推举出了正式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而圣殿骑士一方的查尔斯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查尔斯显然已经不认识康纳。在亚当斯的介绍下，康纳结识了这位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康纳感觉眼前这个人或许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和他的部族走向自由。不久后，美国独立战争最大的战役邦克山战役正式打响。康纳决定直捣黄龙，刺杀掉英军将领比凯恩，而康纳也在这个近乎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舞台展示了什么叫千军万马必白袍。他在人群中逆流而上，骑上战马，跨越战壕，在无数的炮弹轰击以及双方惊讶的目光下，他径直冲到了英军的阵列前。康纳身形犹如鬼魅一般，躲过了英军的第一轮射击。随后他便像虎入羊群一般，一路从正面潜入，朝着比凯恩所在的中军大营杀去。当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康纳的斧头已经狠狠地砍向了比凯恩的心脏。而在比凯恩身上的一封信件当中，康纳发现了圣殿骑士想要暗杀华盛顿的阴谋。随后他立马着手开始调查，发现父亲海尔森手下一名叫托马斯的人不但在纽约制造假币，同时也在谋划刺杀华盛顿。但在途中，康纳遭到查尔斯陷害，被关押进了监狱，并以谋杀的罪名被判处了死刑。在即将被执行绞刑的时候，导师阿基里斯带领刺客前来救援。在关键时刻，海尔森竟然出手救下了康纳，这或许也是对康纳亏欠的一种弥补。然而此时托马斯趁乱朝着还在吃瓜的华盛顿冲去，康纳也不管不顾的紧随其后。在托马斯即将得逞的前一刻，成功阻止了这场计划。康纳洗脱了身上的罪名以后，他受邀参加了
独立宣言的签署仪式，这也代表着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获得了自由。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冬季，华盛顿希望康纳能够帮他调查军营里面补给车队失踪的原因，而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是一个叫本杰明·丘奇的叛徒。于是康纳跟着线索找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在教堂里面，他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父亲海尔森·肯威。老父亲也非常激动，于是立马问儿子有没有遗言，俨然一副父慈子孝的场景。好在海尔森并没有想要杀掉康纳的意思，因为丘奇不但背叛了华盛顿，也背叛了圣殿骑士，两人目的也是一致的。于是海尔森提出了合作，找到丘奇这个叛徒。康纳见状也只能暂时放下多年的相思之情，与老父亲一起合作展开调查。在寻找丘奇的过程中，海尔森询问起康纳的母亲，但在康纳口中听到的却是自己下令谋杀了卡尼耶，这让海尔森十分震惊。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但仇恨已经让康纳不想再听这些。康纳已经在心里认定，就是查尔斯里烧了他的村庄，害死了他的母亲。之后通过父子二人的合作，他们在海上驾驶天鹰号，狠狠地撞向了丘奇所在的船只。最后父子二人成功地杀掉了这个叛徒。经过了这段时间与父亲海尔森的相处，康纳开始觉得圣殿骑士和刺客是有希望建立合作的。于是康纳将结盟的想法告诉了阿基里斯，但阿基里斯非常反对康纳的想法，他只觉得海尔森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北美刺客兄弟会的未来。或许也因为海尔森曾经打断了他的腿，不过执拗的康纳还是去找了海尔森。在接下来合作的期间，他们从抓捕的英军口中得知英国准备攻打纽约的消息，于是父子二人立马找到华盛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可就在康纳和华盛顿说话的时候，海尔森绕到华盛顿背后，看到了他的私人信件，里面的内容竟然是有一些康纳的族人选择投靠英军。于是华盛顿下令攻打村庄。在海尔森的揭发下，当年烧毁康纳村庄导致他母亲被烧死，其幕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华盛顿。或许正如比凯恩说的那样，康纳挥剑像个男人，但说话却像个小孩。康纳没有立马对华盛顿出手，而是指责海尔森，非得等到说出真相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告诉了他，并且跟两人都划清了界限。因为在康纳的心里，只有族人才是最重要的。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村子，一路上的传令兵被他见一个杀一个。可是等到了村庄，祖母告诉康纳，村子里面的战士竟然被查尔斯煽动去伏击还在等待命令的美军。康纳又赶紧去外边找到并打晕了这些埋伏的战士们，可最后一名战士正是他的发小戛纳多贡。发小听信了查尔斯的谎言，误以为康纳是帮助美军的叛徒，无奈之下他只能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发小。做完这一切，康纳回去找到华盛顿，揭发了查尔斯的阴谋。可是华盛顿因为各种政治因素的原因不敢杀掉查尔斯，愤怒的康纳可管不了这么多，他必须杀掉这个人。就在康纳追查查尔斯的过程中，父亲海尔森想要阻止康纳，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因为查尔斯代表了对于圣殿骑士更好的未来。羊群需要牧羊人，但结局是注定的。最后康纳还是亲手结束了自己父亲的生命。虽然海尔森死在了自己儿子的手里，但是他也认可了康纳的力量和勇气以及信念，并以他为傲。而不久后，导师阿基里斯也病逝在了庄园里。一下子失去了3位亲人的康纳内心极尽崩溃。在这之后，康纳怀着坚定无比的信念，势必要铲除查尔斯这个最大的威胁。他就这样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追杀着查尔斯。终于在经过了一次激烈的追逐和战斗过后，两败俱伤的二人坐在了一间小酒馆里。此时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大家都坚信着各自的信念，多年的恩怨也该有一个了结了。在喝完查尔斯递过来的酒以后，康纳毅然决然将匕首送进了他的心脏。心愿已了，伤痕累累的康纳回到村子以后，最终发现自己一直守护的村子还是被人夺走，族人也已经被驱逐。他一直追求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别人的自由而已，和他还有他的族人无关。康纳在最后完成了朱诺交代的事情，把从查尔斯身上拿回来村庄一直守护的圣地钥匙埋在了阿基里斯儿子的墓前，墓碑上写着康纳的名字。其实阿基里斯一开始就把康纳当做自己的儿子在教导，康纳所做的这一切真的是已经尽心尽力了。虽然父亲的外冷内热让他抱着父子俩能够就这样一直合作下去，或许最终能够冰释前嫌的想法，但是他内心是倔强的，倔强到纵使被人当枪使，还是依旧坚持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但是命运总是那么残酷，至亲之人离开了自己，自己拼了命守护的部族也没能守护住。但正是他内心的那一份单纯和执拗，再一次振兴了落寞的北美刺客兄弟会。或许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如果康纳自己不挺身而出，那还有谁呢？1776年，法国巴黎，正在寻找先行者之河的圣殿骑士谢伊寇马克，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带领下进入了凡尔赛宫，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找一名法国刺客查尔斯·多里安。此时的查尔斯正带着自己8岁的儿子亚诺参加一场会议，查尔斯将随身佩戴的怀表交给亚诺，让他在外面等自己。这时，一名叫爱丽丝的小姑娘吸引了亚诺的注意。就在他与爱丽丝偷了一个苹果的同时，谢伊也干净利落地刺杀了亚诺的父亲查尔斯，并且拿走了先行者之河。当亚诺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亚诺一时间茫然无措。这时，爱丽丝的父亲弗朗索瓦·德拉塞尔出于对亚诺父亲的尊重，决定收养这个孩子。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法国圣殿骑士最高大师。13年后，21岁的亚诺成长为了一名无所事事的青年。因为爱丽丝的原因，德拉塞尔就只是将亚诺当作自己孩子抚养，并没有让亚诺知晓刺客与圣殿骑士的存在。而年轻的亚诺总是喜欢惹
祸上身。他因为一场赌博输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怀表，于是趁机又将怀表偷了回来。在被发现以后，一路被人追着回到了养父的宅邸。正准备出门参加会议的德拉塞尔只能出面替亚诺解围。德拉塞尔并没有多加怪罪，而是劝导亚诺重新培养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兴趣。随后他便出门参加3级会议，但一位送信的仆人却姗姗来迟。于是亚诺接过信件，追向了养父离开的方向。可一路追到会议现场的亚诺，却因为追着自己的债主，再加上亚诺急于参加爱丽丝当晚将要举行的私人舞会，导致他随意的将信件塞到了养父的办公室里。在当晚，亚诺来到了位于凡尔赛宫的舞会举办地，如愿以偿的见到了爱丽丝。可是因为这场舞会，亚诺并没有收到邀请，这对情侣在短暂的幽会过后就分开了。但就在亚诺离开的时候，却看到养父德拉塞尔遭到了2个人的行刺。亚诺想上前救助，却为时已晚。其中一个凶手趁机叫来了卫兵，将亚诺诬陷成了凶手。就这样，他被关进了法国著名的巴士底监狱。而在监狱中，亚诺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皮耶·比雷克，因为比雷克是法国刺客兄弟会的刺客大师。亚诺手里的怀表也是比雷克送给他父亲的。在这位刺客大师的指点下，亚诺解锁了鹰眼天赋，并学习到了刺客的战斗技巧，也知道了圣殿骑士和刺客的存在。2个月后，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因为不满当时的贵族越来越奢靡的行为，导致灾荒和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开始了一场废除君主制的运动。近千名暴动的巴黎市民和数十名起义的法国士兵开始了进攻巴士底监狱。亚诺和比雷克趁着骚乱的机会逃出牢房，一路爬到巴士底监狱的塔顶。即将分别的时候，比雷克给了亚诺一枚文章，随后先一步从塔顶跳下。面对接踵而至的守卫，亚诺也第一次使用了信仰之跃。刺客信条大革命的故事正式拉开帷幕。成功逃狱后，亚诺找到了爱丽丝。可出乎意料的是，爱丽丝不但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圣殿骑士，她自己也早就是圣殿骑士的一员。爱丽丝相信亚诺不是凶手，但因为亚诺将可以挽救德拉塞尔的信件随意的塞进了他的办公室里，导致毫无防备的父亲被杀，目的只是为了来参加自己的舞会。这种行为也让爱丽丝失望不已。为了能够找出杀死养父的凶手，怀着深深负罪感的亚诺决定前去寻求刺客兄弟会的帮助。他在比雷克送给自己那枚文章的指引下，来到了法国刺客兄弟会的总部，并且顺利的通过了刺客导师米拉波在内的刺客议会的考验，成功加入刺客兄弟会。亚诺也正式踏上了寻找凶手的自我救赎之路。经过1年的训练，亚诺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刺客，也了解到刺客和圣殿骑士之间因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格局，双方都各自发展出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现在的刺客导师米拉波正是属于主和派的一员，而养父德拉塞尔也是圣殿骑士方的主和派，两人在私下也是私交甚好。于是米拉波准许亚诺调查杀死德拉塞尔的真凶。在之后的调查中，亚诺找出了当晚行凶的2个凶手，一个是圣殿骑士主战派西维特，一个是法国丐帮帮主乞丐之王。在亚诺将2人刺杀以后，得知了更多的阴谋。在德拉塞尔遇害的当晚，乞丐之王用一枚特殊的银质胸针刺中了德拉塞尔的颈部，导致他中毒身亡。2个凶手的幕后指使正是交给他们胸针的那个人。期间，亚诺结识了一位叫萨德侯爵的人，因为亚诺刺杀了乞丐之王，萨德侯爵趁此机会抢了他的位置。于是他告诉了亚诺，制作胸针的银匠名叫杰曼。随即亚诺跟着线索找到了杰曼，在杰曼的口中得知，胸针是一名叫拉菲尼耶的圣殿骑士强迫他制作的。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急于求成的亚诺并没有向刺客议会汇报，而是擅自行动刺杀了拉菲尼耶。但随之而来的真相却证实了亚诺这次的行动是多么的鲁莽。原来拉菲尼耶一直对养父德拉塞尔忠心耿耿，他虽然反对与刺客组合，但还是在德拉塞尔遇害前写信告知。也正是那封亚诺没有及时送到的信，亚诺回到总部以后，因为他的擅自行动招来了一众导师们的强烈指责。出于对亚诺的信任，米拉波还是让他继续调查。之后亚诺在偷听圣殿骑士主战派会议的时候，得知了他们打算暗杀最后一位圣殿骑士主和派，正是他深爱的爱丽丝。好在亚诺及时赶到，帮助爱丽丝化解了危机。随后亚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带着爱丽丝前去寻求刺客兄弟会的帮助。当亚诺带着爱丽丝回到法国刺客兄弟会总部的时候，你能想象康纳带着海尔森回到达文波特庄园的场面吗？对此，亚诺的师傅比雷克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他建议把爱丽丝的头砍下来以警告圣殿骑士，因为比雷克正是刺客的主战派。但米拉波觉得或许这是一个能与圣殿骑士合作的机会，于是就让亚诺带着爱丽丝先行离开，他们几个导师进行私下讨论。在这之后，身为主战派的比雷克已经无法忍受被一个主和派的人所领导，再加上徒弟亚诺也反对自己，经历过7年战争，经历过谢伊的背叛，以及圣殿骑士对北美刺客兄弟会的大清洗，比雷克只觉得与圣殿骑士和平共存的行为无疑是把刺客兄弟会推入了深渊。于是他用圣殿骑士专用的毒药谋害了刺客导师米拉波，以此来嫁祸给爱丽丝，好让自己的徒弟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他低估了亚诺和爱丽丝的感情，最后被亚诺一路追查到了圣礼拜堂。可是比雷克竟然将
枪口对准爱丽丝。纵使他是教导过亚诺的老师，但爱丽丝已经是亚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了。比雷克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找死。亚诺毫不犹豫地将袖剑刺入了比雷克的咽喉之中。做完这一切，亚诺回到刺客总部，告诉了刺客议会真相。而在之前，他和爱丽丝已经查出了刺杀德拉塞尔的幕后主使，正是那个银匠杰曼。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圣殿骑士主战派的领袖。尽管亚诺调查到了真相，但因为2位刺客导师的死，刺客议会决定禁止他继续参与和杰曼相关的行动，命令他去完成另一项任务。由于以杰曼为首的圣殿骑士在幕后操纵着法国的革命，正好革命军试图在王宫逮捕法国国王路易16，而米拉波生前和路易16来往的书信将会被幕后的圣殿骑士公之于众，这会对整个法国刺客兄弟会造成毁灭的打击。亚诺必须赶在革命军之前找到并销毁那些信件，而在寻找信件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气质不凡的法国炮兵少尉，这个人正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波拿巴。两人各取所需，亚诺成功烧毁了信件，拿破仑也拿到了疑似装有金苹果的箱子，两人也算是成为患难之交了。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16的处决现场人山人海，在情绪激动的市民围观以及杰曼的喊话下，国王路易16人头落地。在现场静候多时的亚诺和爱丽丝也准备刺杀杰曼，但杰曼进入了马车，在卫兵的保护下离开。因为担心爱丽丝的安危，亚诺并没有去追杰曼，于是愤怒的爱丽丝指责起了亚诺。可爱丽丝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情况无论重复多少次，亚诺也会选择保护她。最后两人只能闹得不欢而散。失落的亚诺回到刺客总部，由于他一再违反命令，刺客议会投票决定将亚诺驱逐出刺客兄弟会。爱情和事业双双失利，于是亚诺度过了借酒消愁的半年，甚至还将父亲留给自己的怀表弄丢。这时爱丽丝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归还了亚诺丢失的怀表。亚诺也对爱丽丝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不想因为无法预料的情况再一次失去爱丽丝这个他最后一位亲人。在宣泄了各自的情感以后，这对情侣终于重归于好，开始继续调查杰曼的去向。他们也终于找到了杰曼的下落，该来的总会来。当亚诺准备刺杀杰曼的时候，杰曼竟然靠着圣殿骑士的资源找到了伊甸圣剑，他利用圣剑的力量转移到了地下密室中。亚诺和爱丽丝一路追杀过去，造成这一切的真凶就在眼前，但圣剑的力量却让他们无法靠近杰曼。爱丽丝不断和杰曼对话，以此来分散他的注意。亚诺则抓住机会找到了杰曼的破绽，将他手里的圣剑击落，可是亚诺却被倒塌的碎石压倒在地。杰曼也在努力的起身重新拿回圣剑。如果是亚诺遇到了保护爱丽丝和追杀仇人之间的两难选择，无论重复多少次，亚诺都会选择保护她。可一心只想复仇的爱丽丝选择了后者。看着爱丽丝即将遭遇生命危险，亚诺爆发出了所有潜能，硬生生推开了碎石，起身朝着爱丽丝飞奔而去。可这短短的25公尺，或许是亚诺这一生走过最长的距离。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跟你。当亚诺来到爱丽丝身边，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仿佛又再一次回到了当初父亲遇害的那天。亚诺脑袋一片空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向杰曼，将袖剑缓缓地刺入他的咽喉。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将随我们一起消失。亚诺·多利安从一个无所事事的无知之人到刺客大师，他仿佛一直都在错过和告别中成长，因为贪玩而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目睹养父被杀而无能为力，又因思想的分歧无奈杀死自己的恩师，最后甚至都没有能够保护好自己一直想保护的爱丽丝。虽然最后他只能活在一个没有自己在乎之人的世界里，但是只要在他心里还有着爱丽丝存在过的记忆，他也会带着这份记忆继续活下去，哪怕活得像条狗。如果你回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在这个时代可是有着许多著名的人物，你可以和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贝尔聊一聊大哥大，也可以和进化论的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聊一聊三体人是怎么进化的，甚至你也可以找维多利亚女王唠唠家常。而且这个时代可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文化的顶点时期，当时英国的经济甚至占到了全球的70%。仔细想一想，是不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啊？你高兴的太早了。这个时代可不仅有着许多发明家、文学家，也有着许多做医学实验的医生，因为很有可能你说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之后，他们会把你抓到实验室，然后打开你的小脑袋瓜，看看里面是什么，让你的思路这么的清奇。如果你运气好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被一对双胞胎姐弟救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刺客信条：枭雄》中的弗莱姐弟。这对双胞胎，姐姐叫伊薇，弟弟叫雅各布。雅各布虽然身为刺客，但做事比较直率，讲究的就是正大光明的潜入。功夫是要时间磨练起来的。3年的猫脚功夫，这一拳20年的功夫能挡得住吗？
而姐姐伊薇则很好的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对于刺客们行事的教导。执行任务通常是先观察以后再行动。1868年，姐弟俩的父亲去世，刺客导师乔治就带上伊薇和雅各布执行任务。姐弟两人都非常漂亮的完成了刺杀任务。不过中途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雅各布在杀掉目标逃跑的时候搞翻了一辆火车，而伊薇执行任务的时候所在的实验室也发生爆炸，实验室里面的金苹果也跟着报废了。由于此时的伦敦已经被圣殿骑士完全掌控，刺客们就只能在伦敦附近活动。雅各布早就想去伦敦和圣殿骑士面对一下，但是导师乔治极力劝阻他们一步一步的来，现在还不是时候。年轻气盛的雅各布可管不了这么多，于是怂恿姐姐伊薇，趁着和乔治分开的时候，两人偷偷登上了前往伦敦的火车。伦敦这边虽然被圣殿骑士完全掌控，但也有一个叫亨利·格林的刺客还在坚持。他的父亲是印度刺客大师阿尔巴兹，也是《刺客信条》编年史印度的主角。亨利连着写了3封信问刺客组织在吗，但是却没有任何音讯。恰好这个时候，弗莱姐弟到达了亨利的古董店外，隔着老远，姐弟二人就闻到了亨利身上的咖喱味。短暂的自我介绍之后，亨利也说起了伦敦的现状。现在的伦敦圣殿骑士最高大师是一名叫克劳福德·史塔瑞的人，以史塔瑞为首的圣殿骑士统治着整个伦敦的政治、黑帮、工业，许多平民被他们统治下的黑帮和资本家们剥削着。雅各布听到这个消息乐坏了，他可是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帮派的老大，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黑鸭帮。于是在姐弟两人的行动下，雅各布杀掉了圣殿骑士控制下的暴徒帮首领，解放了伦敦的白教堂区。在这期间，两人认识了一位擅长伪装的伦敦警长弗雷德里克·艾伯林。姐弟为艾伯林警长抓获犯罪的人，他给两人提供一些行动上的便利。随后他们解放了当地工厂受到压迫的童工，小姑娘克拉拉则负责管理这些小孩，以便为弗莱姐弟提供情报。不仅如此，在彻底解放白教堂区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曾经暴徒帮首领的火车作为一个移动的据点。之后在亨利的介绍下，弗莱姐弟认识了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贝尔不但帮雅各布修好了从暴徒帮手里缴获的绳索发射器，还另外给伊薇做了个一模一样的。如今他们已经在伦敦扎稳脚跟，接下来就是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了。伊薇想去寻找在伦敦的另一个伊甸碎片，而雅各布只想先搞垮圣殿骑士。姐弟两人就在这件事情上吵了起来。这个时候亨利出面制止了争吵，可能是他对伊薇一见钟情的原因，于是他让未来小舅子继续调查史塔瑞，他则单独和伊薇一起继续寻找伊甸碎片。之后伊薇通过从圣殿骑士那里偷到的一本封面是刺客标记的书中查到了一些线索，于是伊薇和亨利前往了爱德华·肯威曾经在伦敦的豪宅。在豪宅的密室里，伊薇发现了一把钥匙，还有关于伊甸碎片的线索。跟着线索的指引，伊薇来到圣保罗大教堂，解开机关之后找到了可以打开藏有伊甸碎片密室的先行者项链，以及知道了自己正在寻找的伊甸神器名叫裹尸布，只要穿上裹尸布就能瞬间治愈所有的疾病和伤势。但中途伊薇却被突然杀出的圣殿骑士露西抢到了先行者项链。而雅各布这边调查到史塔瑞的手下正在贩卖一种镇痛药，这种药服用以后能够让你提前几十年享受老年痴呆。雅各布一路追踪调查，在精神病院里找到了发明这种药的医生约翰。这个医生不仅发明这种毒药，还对病人做一些残酷的活体实验。于是雅各布装了一回尸体，被送到医生面前的时候也给他来了一针。约翰医生死掉以后，史塔瑞手下的医疗业也被切断，因为雅各布杀死了约翰，导致伦敦医药业陷入停滞。伊薇发现负责照顾孩子们和收集情报的小女孩克拉拉以及其他孩子们也病倒了。幸运的是，伊薇遇到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南丁格尔。在南丁格尔的指导下，伊薇从黑市商贩手中拿到了药品，治好了克拉拉和其他孩子们。随后雅各布结识了史塔瑞在运输业上的竞争对手博尔·艾德威。雅各布为了帮助艾德威在运输业上打击史塔瑞，摧毁了史塔瑞手下的公共马车仓库，又从暴徒帮手里帮艾德威抢到了内燃机。最后在杀掉史塔瑞手下掌管运输业的米纳尔的时候，从他那里知道了艾德威竟然是史塔瑞的表妹，并且他还是一名圣殿骑士。知道了这一切，愤怒不已的雅各布找到并刺杀了艾德威，还将内燃机抢回，关闭了艾德威的巴士公司。而另一边知道了表妹死讯的史塔瑞气得当场即兴演奏了一曲。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Mr. Starry, told you not to disturb me! 因为艾德威死后，巴士公司无人管理，暴徒帮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也想要来分一杯羹。伊薇又不得不再次出手，帮助巴士设计师贝利阻止了暴徒帮的骚扰，并且保护了贝利的全家安全。之后，伊薇和亨利跟着线索来到了伦敦塔，在伦敦塔中成功刺杀了之前夺走项链的露西，拿回了先行者项链。接着，伊薇和亨利在调查中知道了裹尸布已经不在伦敦塔，而是被转移到了白金汉宫的地下密室之中。回到雅各布这边，他将目标指向了史塔瑞控制的金融领域。通过调查，雅各布知道了史塔瑞
瑞手下一个叫菲利普两便士的人，他通过自己在银行的职位为圣殿骑士提供资金，还经常里应外合多次抢劫银行。于是雅各布前往银行刺杀了菲利普，随后更是刺杀了史塔瑞在政坛的首领卡迪根伯爵。而因为菲利普的死，有人趁机偷走了银行里的英镑模具，并且制造传闻，引发了市民大规模取钱，英国的经济险些崩溃。伊维又不得不通过艾伯林警长提供的信息，找到了被盗的英镑模具，烧毁了假币，及时制止了这场危机。因为此时雅各布已经在伦敦臭名远扬，于是他收到了暴徒帮首领马克思维尔罗斯的晚宴邀请。两人见面以后，罗斯赞扬了雅各布最近疯狂的事迹，还说史塔瑞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只要他们合作，罗斯就反了史塔瑞。雅各布没想那么多，只要你搞圣殿骑士，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于是两人开始了合作，他们销毁了圣殿骑士许多货物，绑架了史塔瑞的心腹们。但是随着合作的进行，罗斯也越来越丧心病狂。当他想要炸毁史塔瑞旗下一座工厂的时候，完全不顾里面的童工，下令引爆炸药。雅各布为了保护童工，杀掉了罗斯的手下，冲入着火的工厂，救下了里面的小孩。事后罗斯再次派人邀请雅各布前往剧院，仿佛是在生气雅各布竟然为了几个童工跟自己分手。等雅各布到达剧院后，罗斯在剧院的晚会上点燃舞台，陷入了疯狂。于是雅各布干脆直接冲上台将之刺杀。虽然雅各布在两人愉快的合作后只是把罗斯当好朋友，但罗斯可不这么想，他想做雅各布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于是他在临死前强吻了雅各布。等雅各布反应过来的时候，初吻已经没了。如今史塔瑞的手下都被弗莱姐弟清除，为了能够挽回损失，史塔瑞决定于当晚在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举办的舞会上杀死到场的皇室和高官们，并且找到藏在其地下的裹尸布。收到消息的弗莱姐弟也紧跟着前往了舞会。进入白金汉宫以后，雅各布找机会清除了史塔瑞埋伏的枪手，而伊薇在中途被史塔瑞发现，没想到却被史塔瑞趁这个机会偷走了先行者项链。见情况不对，雅各布先一步前往密室。当他赶到的时候，史塔瑞已经穿上了裹尸布，获得了无限自愈的能力。随后换好衣服赶来的伊薇和雅各布一起与史塔瑞展开了决战，但因为裹尸布的治愈能力，姐弟两人无法伤到史塔瑞分毫，被他一手一个抓在手里。就在两人危在旦夕的时候，伴随着一股咖喱味的背景音乐响起。还没帅一会儿的亨利被史塔瑞打烂了音响，弗莱姐弟趁此机会直接扒下了史塔瑞身上的裹尸布。没有了神器加持的史塔瑞被姐弟两人的组合袖线双双刺进身体，当场暴毙。经历了这件事情，姐弟之间的隔阂也随之消除。雅各布将裹尸布放回了原来的地方，伊薇则因为本身就与亨利一见钟情，再加上亨利及时赶来救援，于是两人就这样吻在了一起。之后从密室中出来的三人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通过警长艾伯林知道了三人救了她和其他在场的贵族以后，当场授予了三人英国最高的荣誉勋章嘉德勋章。年仅21岁的伊薇和雅各布超越24岁成为刺客大师的阿泰尔成为了最年轻的刺客大师。英国首都伦敦也进入了20年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那位开膛手杰克的出现。不久后，伊薇和亨利移居到了印度，雅各布则留在了伦敦。20年后，伦敦发生了数起残忍的凶杀案，凶手正是大名鼎鼎的开膛手杰克。于是独自留在伦敦的雅各布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但他派出的刺客们无一例外都惨死杰克的手中，直到剩下他最后一人。战斗力强悍的杰克轻松就将雅各布制服，最后雅各布也生死未知。好在提前收到弟弟信的伊薇在不久后赶回了伦敦，但如今这里已经只有他是唯一的刺客了，就连黑鸭帮的控制权也被开膛手杰克掌控。经验丰富的伊薇一路追查线索，终于在雅各布的家中发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开膛手杰克是早年雅各布在兰博斯精神病院收养的一个小男孩。杰克加入刺客兄弟会以后，与雅各布一起前往了印度，并学习到印度独有的惊吓战术。但杰克长大以后，开始从另一种极端的角度来审视刺客的信条，并付诸了行动。知晓一切真相的伊薇跟着线索来到了兰博斯精神病院地下的牢房之中，并与杰克展开了决斗。最终更为熟练运用惊吓战术的伊薇杀掉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开膛手杰克，在地牢的深处找到了已经被戳瞎一只眼的雅各布。事情过后，他们隐藏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防止刺客兄弟会的存在暴露。弗莱姐弟的故事也就此完结。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